户竞相归附，为咱们西凉军筹足了粮草军饷。赵大人，等回到洛阳，你我定可加官进爵。可是，河内郡还有一个司马家拒绝招揽。哼，一个小小的商户，难道还敢违抗西凉第一军师的命令？司马家是河内郡的首富之家，又位处关东叛军进军洛阳的咽喉要道。这次许大人亲自前往温县，正说明对司马家很是重视。原来如此。说来奇怪，许大人自上船之后便一言不发。莫非才智第一的人自尊心格外重？哼，看来司马家大祸临头了。如今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加上许陵和吕布这文武二将助力，百官万民根本无可选择，只有进贡归顺才是良策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历朝国祚不过数百年，汉室孱弱，外戚专权，宦官秉政，灭亡亦不为奇。至于董卓，不过是燃起火头的小角色罢了。董卓自立陈留王为帝，与礼不合，天下有野心之士必群起攻之。河内乃要冲之地，若进军洛阳，天下大军必屯兵河内。到时候大军以倒董为名，大肆抢掠。司马家乃河内巨富，若此时归顺董卓，将来必成众矢之的，只怕会财尽人绝。啊！怎么好端端的起雾了？大人，传令士卒加强戒备。诺。大雾拦江，情况不明，还请大人入仓暂避一时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能离开甲板。那我们婉拒董卓便是，杀许林又是何意？是啊，触怒董卓，只怕是不智之举。小孟，今日这茶沏得很不错。董卓看似势大，但并不足以在中原长久立足。若与其合作，必然遭到关东讨董联军势力的清算。倒不如杀许陵，既能断董卓一臂，又可令各方势力对司马家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抢夺。兵行险招，方为司马家攫取最大利益的手段。富贵险中求，人在乱世没有首鼠两端，只有险中求胜。倒董是民心所向，等到讨董势力联军到来，他们要民心，那时候
司马家就是明心。真的要杀徐灵吗？残存一抹路，兵败如山倒。那个传闻中杀人从未失手的刺客组织，残兵。不要慌，速速列阵，拦住他！阿火，快来救命啊！少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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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大人传令，让您速去主船护卫。知道了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快保护许林大人！来人，救我呀！闪开！活儿打得好！那只救火来迟，大人受惊了。有我父子在，定保大人无恙。火儿小心，给我杀了他！没问题，不出2招，取你狗命。长山剑法，左屈右回。给我死！小心，危险！
父亲！三叔，你做生意是要平安，还是要钱财？又会作何选择呢？赵火公子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吧？唉，赵公子孝感天地，可怜赵贤老爷无福呀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位大人要见你，请赵公子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赵公子，在下公曹叔佐马方，这是密室，没有许灵大人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许灵大人，要死的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死的难道是军师大人的替身？董相国忧国事，清君侧，抚汉地，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我身为董相国的军师，也被乱臣贼子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有心害我之人比比皆是，自该谨慎小心。只可惜，为了一个无用的替身，却害死了我的爱将。回去之后，我自会在董相国面前陈说你们父子俩的忠贞之心。多谢大人。这就是战场，逝者已矣，但活着的需成其一致。我们没有时间伤心。是，大人放心，我不伤心。哦，怎么讲？若是大人真的死在我父亲的船上，失职者死，我们赵家必被满门抄斩。如今父亲战死殉职，反倒救回赵家81条人命。说得好，你和我的知交吕布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衡量得很准。只不过吕布手段太狠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过。赵火，你武艺超群，悟性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今日我许灵收你为义子，你可愿意？那么多人要杀大人，我只怕……你怕又一次丧父吗？连残兵都没能取我性命，还有谁能杀我？那么，请大人不要后悔。
令甲板士卒也注意警戒。不要慌，敌人未必知我军虚实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大人，难道对手是在欺诈我等？敌人离得还远，不必紧张。残兵的首领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我认识他。1年前，他曾经来过我家。什么？难道你父亲与残兵结交？他为什么来你家？想利用你父亲接近我？是啊。这贼子果然阴险，知道大人身边闲杂人等难以接近。你父亲不会答应他。赵贤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父亲不知道他就是杀手，只是与他一见如故，十分喜欢。所以呢？所以收他做了义子。义子？赵贤曾说你是他的私生子。赵贤一直生女儿，生不出儿子，他怕你们取笑，所以没有说实话。是残兵！残兵又杀回来了！不得了，那家伙烧起来了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，这是他们来接我的信号。甲板上那群傻瓜的视线全被引过去了。对，现在我就开始专心对付你们了。你不是独眼。不止不忙，耳朵也很清楚。至冠天下的西凉第一军师。本不该如此贪生怕死。来人，救我呀！他那声救命，声音虽然很像，却瞒不过我的耳朵。够了，报上名来。残兵之首，燎原火，你想到了吗？能在1年前就谋划到今天的安排，看来你背后的谋士不逊于老夫。哎呀，我很好奇他是谁。你已经用不着知道了。临危不乱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徐某真的很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偏要来送死。对，真的很可惜。做我父亲的人都会死得很可惜。许林大人，受死吧！唉，我的命你拿不走的。哼，没有后手，岂敢称西凉第一军师？赵火，1打15，你有胜算吗？小子！就算是吕布，也未必能从我们剑下逃生。你现在连可惜也来不及了。我虽从未见过吕布，但我的理论是，打10几个高手，总比打几百个喽啰来得轻易吧。世人皆知我许林麾下猛将高手如云，如果没有万人敌的实力，杀我谈何容易。一成功，我就拉他上来。孟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
兵首领的举动，偏偏全部在我意料之外。如果这小子不是疯子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奉献施暴，杀兄之仇。死亡。恐社稷沦丧，集合义兵，共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合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致。与死盟，天诛地灭。18路诸侯联军，来得好！这正是我喜欢的场面，天下大乱。袁术军2人，张成、蒙恬；乔瑁军4人，关宏、彭俊、张丰、王尊；孙坚军2人，程匡、邓汉；刘岱军3人，程景、孔方、郎世平。总计29人。竟有这许多人！哎，连那百人斩邓汉也死了。
死也就罢了，听说头都被人割走。这些当真是同一人所为？经查验，皆死于方天画戟之下。荒谬！我独眼龙刘宗征战沙场数十年，见过的猛将无数。所谓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只不过是……不过是杜撰而已。将军何出此言？末将不解。两军交战，首重士气。为了增加士气，自然无所不用其极。捏造战神、英雄传说，就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。原来如此。那之前传闻的独眼刺客，莫非也是有人杜撰？你说的是那刺杀许林之人？那个袁绍大人不是已经断定为河内司马家所为吗？独眼刺客之说，亦不能算是完全杜撰。莫非确有其人？司马家巨招和许林离奇之死，也许并无多少关系，但此事恰好能被我方利用，编织传闻，夸大其事，造出一个独眼刺客抗衡敌军的英雄传说。英雄传说。西凉军先杀我关东29员独眼大将，后将功劳尽归一人。不也正是要造出一个无敌的战神吕布？强者士气必然弱于敌方。只要我方的独眼杀手传说盖过敌方的战神传说，彼之士气必然大受打击。对呀。跟外面的兵卒说，夜已深，不要再操练了。诺。今日各位将军在此，刘某不妨以诚相告，为壮大我军士气，编织出独眼杀手这样的传说，正是刘某所为。袁绍大人也极为赞同，故此刘某便将此传说广布各营，以强军心。哦，原来一切皆是刘将军的计策呀！末将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。换而言之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独眼杀手。哈哈哈哈！敬刘将军，敬杀许林的英雄，敬刘英雄，敬英雄，英雄，来了，兄，干，来了！来，干！再喝一杯，来，请。你们不要再！是只兔马。擅闯大营者死！
然是毒液，你是第30个。许林是你杀的。你就是传闻中和匹敌鬼神的。董相国护主登基。乱政，残害忠良史书上一定会记载，东贼，你必将遗臭万年！陛下，不要停，一直向前。这些人都会死的。他们必须死。他们都是我的臣子啊！他们都是本朝的罪人。我不要！陛下，不要还是不敢？不敢，是不敢。相国，快停下！车轮只有向前，没有后退。陛下，身为天子，没有不要，更没有不敢。不行，我不要！我。国家落到如此田地，陛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陛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陛下，睁眼看看吧。朝纲不振，宦官弄权，强征苛税，横征暴敛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先有黄巾贼寇，今有反臣乱党，谁之过矣？为何无人去阻止？为何无人去觐见？看吧，看看这群满口仁义道德、无能贪安，平日里只会欺上瞒下、大放厥词的小人。天下如此动荡，社稷危如累卵，而这些人除了跪在地上逃避责任，又为陛下做过什么？他们只是一群无能的猪，安逸时贪图享乐，危难时任人宰割。国家积弱，就是因为养了这样一群猪。陛下，你可甘心？这些人就是我的臣子，国家的栋梁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我伤心的是什么？
卓于洛阳杀文官70人，武官50人，国戚3600余人。西凉军全城戒严，搜捕相关党羽，一时株连者甚多。洛阳城中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一望，便知道是你来了。大公子的事我都知道了。除了大哥之外，关东各路诸侯在洛阳城内的亲族，也被西凉军扣押作为守城的人质。以人质来瓦解关东军心，想必是那位西凉第一军师许灵的点子。不错，幸好许灵已被我杀了。在洛阳的眼线传书上说，大哥是被吕布亲自抓走的。吕布，那个传说中的怪物。说到怪物，我们也有。残兵随时可以出发。有了他，洛阳城内清风帮会听候你的调遣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一定。小梦，公子，为什么我又要？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我同意。身份是歌姬，难度太高了吧？豫州刺史王允是父亲生前好友，曾得罪中常侍张让，在河内避祸。我与他交好，张让被讨杀之后，王允已回到洛阳，如今官拜司徒，他会全力助你入宫。还要入宫？入宫这种事，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你才能办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信中的那个人。大哥，你又带错路了。吵什么？不就才比计划晚了10天吗？才晚10天，关东大军眼看就要……三弟，不得对大哥无礼。二弟说的对，不得对大哥无礼。哼，二哥，你总是惯着。大哥，真的知道去洛阳的路吗？好兄弟，多包涵。这些人也是去洛阳，有点意思。过了泾阳，就是洛阳城。许灵的死，令兖州等地商贾富户缴纳钱粮之事，不得而知。嘿，只不过驱狼得虎，关东联军屯兵河内，将所有答应支持董卓的富商抄了家。燕军得到这样一笔庞大的军资，
士气大振，进逼洛阳。可惜无人能过吕布这一关，战事陷入焦灼状态。吕布果然无人可敌吗？老师怎么看？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都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和董卓大人作对的下场。汉室多难，战祸连连，黄巾贼虽除，但各地军阀趁机发难，与朝廷作对。现在是我们对国家表以忠心的时候了。大声点！今天我刘玄德代表董卓大人前来，向大家征召军饷，以报朝廷。这就是人辈，妈的，竟然做了董卓的走狗！总有一些人渣趁火打劫。谁在窃窃私语？出来！董卓进京带兵修产，天下人得而诛之。你刘备妄称汉室宗亲，竟与恶贼为伍。我张松虽为一介布衣，但也看不起你。你这花面猫要做甚？你别过来啊！国贼，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滚出晋阳城！这个家伙好大的气力，抛人的手法却很古怪。人说泾阳的桃又大又甜且多汁，不知这颗如何？今日刘某军务缠身，只剩吃一只桃的时间。如果在我吃完之后见不到这些箱子装满钱财，那个花面猫就会一一送你们出城。听见了吗？赶快做！我的全在这。这个不够啊。这桃子不够甜吗？很甜呢。不，我是说这箱钱还不够啊。大人，只有这么多了，我们也要活下去啊！怎么会呢？你们看，这样捏一捏，捡一捡，还是有东西的。你们身上没有，家里总该有吧？众将士，给我抄城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哎呀！快点！主子，关东联军来了！啊，这么快？走走走！哎呀，这抢了这么一点点，真是不该情的。撤退，从西门出去。哎呀，这群恶贼终于走了。等关东联军到了，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快滚！快滚！来了！
别再回来了！快点！越好。你不认同，但大哥要做的事一定有你的理由。石头为什么都冲我来呀？谁叫你这个大花脸如此招摇，才把那个读书人丢出城外了？还不是大哥的主意。三弟说的是，那就快跑吧！驾！传令兵，速来通报，泾阳城府库张平大户所在。众将士，给我抄！多谢大人！站住！你们这救星大老爷啊！救星大老爷！我们泾阳百姓用联军誓死效忠，诛杀东贼！这和护阳城不一样啊，我们还抄不抄城啊？妈的，这些百姓把我当仙人啊，这谁还下得去手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一直被西凉军欺压，现在终于等到救星了。虽然家园已被西凉军劫掠一空了，可是我们还能够出力气，对不对？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这泾阳城刚被西凉军劫掠一空，反正也无立可图，倒不如万岁！袁绍大人万岁！选择正确，袁绍军倒也不是笨蛋。二公子，若是金钱与名声，你又会作何选择呢？司马家是做买卖的，生意人最忌叫本与利，自然是看哪个本少利多就选哪个。没错，只有实实在在赚到手里的，才是好买卖。官军老爷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咱们刚被关东来的军队洗劫，哪里还有钱财啊？命还有一条，你要就拿去。命我可要不起。扈阳的百姓们，刘备不是来抄城的，我是来救城的。天下大乱，受苦的终究是百姓。为了军饷粮草，关东联军四处劫掠烧杀，扈阳城的百姓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家园尽毁。如今有了大哥散出的钱财，百姓便能把家园重建起来。而泾阳城，大哥先行冒充董卓军抢掠，于是泾阳百姓对西凉军恨之入骨。当关东联军到来，他们自然热烈欢迎，百般殷勤。
这样一来，打消了关东联军抄城杀掠的念头，反倒救了他们一命。原本泾阳城会是和户阳城一样的命运，如今家人的性命都绑了下来，泾阳城的百姓早晚会知道大哥的苦心，而我只会办坏人。相比贫苦的百姓，那太守高官厚禄，受点皮肉之苦又何妨？抄一城却救回2城，天下再也没有这样奇怪的事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种怪点子，只有我们的傻瓜大哥才想得出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当然是洛阳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这次不会再走错了。这3个傻瓜，有点意思。走。乱世不易，别死啊！有缘再见喽。好雄伟的城池！哼，虽然绕了一大圈，我们该去打倒董卓了。云长，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，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天下的秩序？当然是成为董卓，也不得不臣服。天下第一智囊，你猜一猜，我燎原火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当你知道后，必定也会大吃一惊。吕布大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家父因护卫许灵大人而死，请大人为我报杀父之仇。这些人头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在许大人的船上，我见过他。他身长8尺，声如洪钟，满面刀疤，年约40。所以，这个无能之辈也不是那独眼杀手。许林兄啊，请指点吕布该如何为你报仇。第7天了，今
今天是你的回魂之日，就请兄台的在天之灵为我找出真凶。凤现在等你的指引。你来了吗？是他。是我。许林大人知道，只有我才可以为他找出真凶。许林兄，这就是你的指引吗？请将军为小人报杀父之仇。赵火，自今日起，你就在我帐下听命。自关东联军起兵倒董后，董卓便将联军各将领、汉室所有大族留在京城中的家眷悉数关进大牢，后作人质。董卓利用这些人质，向其家人勒索大量金钱。说起来，元雄叔父一家130余口也。下一个，报上名来。小人白三，时节3相，家中父母兄弟6人。又到了祭祖节，大量留外人士将于此时回乡拜祭先祖。根据我的推测，关东联军必会趁此时机集结各方军中精英，混入洛阳城，劫牢。又让周达说中了。黄伯伯，你看那个人，莫非此人想单人闯场？步伐轻健，可能是高手。啊！见了鬼！小子，胆敢带着兵器入场！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听到了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！哼，大叔，你没收到消息吗？我就是渑池太守赵贤的儿子，今天新官上任的赵火啊。原来是新上任的校尉啊！赵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哪里是高手，不过是一个二世祖罢了。
南方口音，果然是关东联军。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阿虎，你单人入城不可行险，需等待时机。何为时机？关东群雄劫天牢便是时机。洛阳城中越乱，你的机会就越多。看起来，今年的洛阳会比往年都热闹一些。一早便收到赵大人的任命文书，小的们都翘首以盼。可是赵大人怎么是从城外进来的？我进出哪里，也要先问过你吗？怎么敢？怎么敢？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了，你继续吧。好。下一批。洪伯伯，这小子看来很有用啊。对，一会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就先拿下这家伙。军爷，都是些祭祖用的东西。叫什么名字？来洛阳做什么？皇座在各地行商，今年特地回乡祭祖。回乡祭祖？家住洛阳哪里？家住石阶5巷营号。蠢材，洛阳人怎会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？老伯，你这样可过不了关呐。一行15人，前7后8，应该是江东孙坚会稽军的编制。你叫黄座？是的。住在石阶5巷营号？是的。哼，被人看出破绽了。哼，营号不是姓黄的。西凉兵都如此机智吗？有好戏看。哎呀，出外多年，连家都忘了，应该是丑号。丑号是姓李的。嗨呀，年纪大了，真是忘了。老爷爷真没记性。是子号，一定是子号。子号。骗你的！
洛阳城内，各方势力密道密宝众多，即便董卓全力搜查，也难以发现。侯氏兄弟到，崔广到，王平他死了。孙英到，杨崇到。喂，杨球，上面的2位关东兄弟，大爷饿了，快拿吃的来。吵什么？吃食你要不要？白友，辛苦你了。无所谓，为了大局嘛。就是想不到这小子会是咱们劫牢的好棋子啊！仲达，我依着你的计划混入联军劫牢队伍，在西凉军眼皮底下劫牢，九死一生。不知是什么样的厉害人物，才能指挥得动各路联军精锐？仲达，想必你也和我一样好奇吧？一下子杀了北部卫所15员大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可是难得的高手啊！我军中有这样的人？刚才点完名，确定查无此人。那太可惜了。如果这人在我们军中，莫说华雄，就算吕布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吕布啊，想起来就让人冷汗直冒啊！那人是独眼的吗？不是。廖兰，你还很在意那个独眼杀手的传说吗？袁大哥，叔子，你怎会在此？他呀，每天都在说你，这次竟偷跟了来。你有伤在身，上来干嘛？有黄将军在，孙姑娘去哪里都没问题。还好这担子，以后就交给公子了。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白友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公子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明晚祭祖节之夜，藏身于城内的义士们就会集结于此，做最后的准备。这小子身上的令牌你可查验过？我也用过，可以通行无阻。既然如此，这家伙也就没用了。白友，去送他一程。喂，你可以走了。孙姑娘说放你走。从这里出去？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秘密通道。公子故意将计划泄露给这二世祖，再设计放他回去通风报信。明早开始，这里将被西凉军监视。等所有义士一到，便一网打尽。但是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来，而是一早埋伏在大牢四周。要消灭我们，何止用到1000军？董卓根本没时间抽调兵力入城。能用的只有城中驻军。一旦大量调动，大牢守军必会大捷。有了袁公子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劫牢救人就能顺利许多。我们今晚就全军撤走，免得明日被西凉军撞上。可是，若明日此大屋空无一人，岂非令西凉军起疑？这屋我早已贱卖了，但我要买主答应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在祭祖节当日一早，便一次将所有人搬进。那些人就是我们的替死鬼。妙啊！公子算无一策，不愧是水镜先生的首徒，天下无双。过奖了。此行能否顺利，
还要看袁将军的手段。末将必不负公子所托。至观天下许林已被你所助，劫牢军的一切用在你计算之内。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来者止步！巡城校尉赵火有紧急军情禀报吕布大人。再逼下去也没有用的，就算杀了我，也不知道。吕将军，许军师之死，着实与司马家无关呐。年初，许林兄于兖州游说，所有富商都表态支持义父纳钱纳粮，只有司马家毫无回应。其后，关东乱军起兵，所有富户都被抄家。唯司马家因曾拒绝我们而得幸免。如今，洛阳所有人质的家人都给了赎金，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，我才将他们送上战场去做挡箭牌。奇怪的是，只有司马家迟迟不交赎金，你才因此得以不必上战场。这两计，怕是出自一人之手吧？将军，我对天发誓。司马家和关东的乱军根本毫无关系啊！司马家乃望族名门，连近些年声名鹊起的曹操都是你父亲提携的，怎么会毫无关系？告诉你一个巧合。许林船上死去的15员大将，是被脱手镖刺中要害而死。这跟我司马家有何关系？今日有奸细混入洛阳城，北门楼15名将官被杀，他们同样死在脱手镖之下。这算什么巧合？许林死在河内，而近3年来，残兵杀人也只在河内，而河内的人质就只有你一个。同时，我感觉到杀许林的人也来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我乃赵贤之子赵火，派刺客杀我父亲的首脑就是你吗？杀人凶手，拿命来！赵火大人，他还有利用价值。赵大人，冷静点。大人，司马朗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等我杀光那群来救你的残兵败将，必要杀你全家！赵贤，不就是那个和许军师一起被杀的人吗？没错，吕将军在军师墓前碰见这小子，于是带他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利用吕布为好友报仇心切，向吕布点名可以我为饵引出残兵，暂且保我性命。阿火，你真的很有胆色。大人，请大人助我剿灭河内司马家，以为父亲在天之灵。在剿灭司马家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大人是说残兵？不错，司马朗正是引出残兵的关键。
先灭残兵，然后去河内。我要那司马家血流成河。吕布，我会在你去河内之前，先拿下你的首级。大公子这个眼神的意思是，这个叫吕布的人，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简单。华兄，事情正如将军所料。这里有人和关东叛军串通一气，准备里应外合，在祭祖节劫牢救人。而这个人刚刚从我们一直监视的张庄出来。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好，跳得好！哈哈，再来一曲。司徒王允送来的那批歌姬果然名不虚传。即李觉军、郭四军率先准备，随时候命。张文兄，板着脸干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干了这杯酒。相国，长温，什么事？相国大人，大伙儿辛辛苦苦打下了洛阳，一下子放弃，心有不甘呐。张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有异议？咱们各大家族生根洛阳，家眷财富数不胜数，岂是说走就走的？此时仓促班城，必损失惨重呢。张温，相国大人并未公布班城之日，你不要妄加猜测。不敢，只是近日调兵频繁，西门加扩，我看班城只在这几天了。够了，张温，你喝多了。大人，张温只是酒后胡言，恳请免罪。张兄，快醒醒，闯大祸了！我没有罪，咱们西凉人以往收尽中原人冷眼，现如今洛阳在手，眼见大伙可以吐气扬眉，为什么要轻易放弃？张温，班城之事极为机密，偶一不慎泄露，关东乱军必乘时来攻，我方必败无疑。泄密者死！难道你没看过相国大人发出的密函吗？张温，你的家财就用来劳军吧。请大人免正家老手。再有妄言泄露军机者，立斩！属下明白。班城之日，我自会通知。但今日张温已露口风，所以所有与班城之事无关的人，还有张温的朋友，将会消失。我们只知5余，此事与我等无关。住手！
是许灵的望乡行。歌可当弃，远望可当归。生也罢，死也罢，放不下西凉。你为什么不逃？留在此地，与众为敌，生死未卜，与死又何益？弦外有音，是你还是别人的心声？这是我在西凉兵营中听到的心声。当我的健儿们知道要离开中原之后，就不会唱这歌了。只是将士们走得不甘心，西凉军远驻穷地，牺牲性命抵御外敌，但功劳总归于他人，尝尽诸侯鄙视。今日一走，心有不甘。将士积怨未除，人心不一，大业有疑。乐师，你有办法说服他们？一曲道一理，一舞解千忧。未尝不可。好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貂蝉与命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献丑了。这是许灵的《望乡行》。
娘。这五岳动人也深，其化人也速。这就是许灵藏于歌赋之间，兵法为刚，人性为柔的境界吗？这武技绝不简单，只用一曲歌舞便勾起所有人思乡之情，恰好为我的迁都大计做了铺垫。现在是要看我怎样做吗？弟兄们，我们离开年迈的双亲，离开幼小的儿女，离开心爱的女人，一别10载，离乡万里，从西凉一路拼杀到洛阳，战场即是修罗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走过万里血路，都不得不抛开人性，将自己变成野兽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。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，还记得自己家人的模样吗？还记得吗？很好，那你们还记得当年追随我离开家乡，踏上万里征程时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相国大人，您说过，我们离开家乡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家，以天下为家。好得很。董某再问大家，如今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在我们手上的天子。无论到哪里，受到万人敬仰的龙，这条真龙，此刻就在我们手里。所以，我们才是天命所归，是王道。因为皇都洛阳不过是一座木石所筑、早已腐朽不堪的城池罢了。弟兄们，以天下为家，天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我们西凉的男儿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这就是董卓吗？一个敢于挑战世间陈规旧俗、改天换地的狂人。怪不得有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有人对他五体投地。什么？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连我也被他的言语蛊惑了。完成之日就在后天。西凉的男儿们，我们要去真正的龙兴之地，我们要一起去长安，去建造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。我们西凉人的皇都。董卓的将官们为何如此沉静？
这些西凉人怎么了？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，我们西凉人的皇都，伟大的皇都，西凉人的皇都。一句连小孩也不相信的谎话，竟可推动将士们的心到如此地步。董卓这个男人果然……二公子，一切正如你所料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发财大计。啊！来，快说！一想到钱，我就精神了。首先，将所有资金集中，全部拿去买木材、砖块等建筑所需之物，广发布条，高薪聘请洛阳、兖州等地工匠。这是做什么？仲达，我们不是有建筑店吗？干嘛还有那么多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重建一座洛阳城。开什么玩笑！洛阳还安好啊，为何重建？各位叔伯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说。董卓30万大军从西凉而来，补给线漫长，当前战事焦灼，一旦补给线被切断，则必败
我将计划再说一遍。班城之夜，人质将会从西门出洛阳城，然后去往长安。我们就在西门前叫斩的7项当中。获救后的大公子，就由你们带往东门，趁乱出城。残兵已经探得，届时东门守将是杨琴。马帮主，杨琴在洛阳的胞弟，我们的人已经盯他很久了。动手。押送人质的队伍分成2波，大部队从洛阳大牢出发，大公子作为吕布钦点的特别人质，直接从禁军府出发。差不多也该点卯了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大牢兵营去。马帮主，明日我们里应外合，带大公子回家。兄弟，西凉军凶狠狡诈，你身处险地，千万多加小心。告辞。你不是应该在南城盯着李傕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哦。什么人？再靠近要放箭了！不放箭！我乃郭汜将军麾下传令官。郭将军的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关东叛军连下3寨，保阳城被围，情势危急，请李将军火速支援。快，通知将军！袁绍军刚从这里经过，是在围攻保阳城的。郭汜威也。跟我上，将关东狗贼斩个稀巴烂！天明后班城，押送人质去长安。郭延将军走城中大道，会合第7营官兵。有令。樊稠将军负责押运袁氏一族，走密道出城，会合相国大人。李蒙将军随军护送。得令。关押在禁军府的特别人质，由吕将军帐下校尉李经、许交、徐杰、赵火护送，由大道转7巷出西门，再和我们会合。奇怪，特别人质为何是吕布的人护送？那个叫司马朗的人很重要吗？我等4人速去禁军府。吕布，你将大公子和其他人质分开押送，正中我下怀。让路！急报！计划有变！什么人？这是吕布军的令牌。郭汜将军的保阳城被围，吕将军有令：袁氏、刘氏、韩氏、孔氏、乔氏、孙氏，此6族人质，由吕布军押送至前线。6族这么多？袁绍、刘岱、韩馥、孔融、乔瑁、孙坚6军齐发，郭汜将军危在旦夕。看来这次围攻保阳城的是叛军主力啊！休得多问，军情紧急，尔等若有延误，军法处置。末将明白，速将人质带上来。哼！关东叛军赶不退兵，就等着给自己家人收尸吧。让开！军情紧急，别挡路！诸位先行一步，在下去就会。那边，快点！你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也是吕将军的人啊！你们不相识吗？要把人质带去哪儿？出南城，助郭汜将军解保阳之围。南城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不可能的，关东的那应援他已死，
他们如何得知今日班城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强的计策已经发动？好身手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盖，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是的，小子，还认得这绳子吗？忘恩负义的臭婆娘！困住他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通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，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方儿，做得好，谢业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总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，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、1。不费一兵一卒，袁公子真乃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救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。昨夜无心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的西凉骑军大将，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运筹帷幄之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七师弟啊，多谢你飞鸿传书告知城下一句，令我得以施展这样的计谋。看来争夺卧龙称号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赤骑军。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赤骑军，这些西域的汗血马比我们中途马快1倍以上啊！怎么办？会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击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七师弟，你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当我走完这一步，卧龙这称号就是我远方的囊中物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。放我们的人进来，准备迎敌。将军，
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如此？竟然往城里逃！他在干什么？喂！操！掉头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身份无名无指，夜飞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弓箭伺候！快退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古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八奇的对手？一群傻瓜！你果然是个傻瓜。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，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，你没有证据。这是……哼，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袁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的儿子。袁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们！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姑娘，过来！还别给他们跑了！柜子下面有密道，快退！姑娘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。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抓住他！快！果然，天明之后就是班城之日。关东的傻瓜们，此刻想必都很忙吧？城下一句的真意，你们很快就能明白。是公子，公子，是公子，公子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来了，公子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主公他被吕布给……我知道，主母、小公子们也全被那畜生给杀了。姑娘，我连累你了。公子，既然事败，那么救人之事，家事归家事，国事归国事。马上联络兄弟们，在七项部署，
是。将密道封了。是。救人，七相，到底发生何事？莫非……姑娘，请上马。公子，我有一事不解。姑娘但问无妨，袁某知无不言。西巷是西凉军重兵布防之地，你们为何要去？为了救出我的挚友司马朗。什么？他去救大公子？在此之前，我会先将你送至安全的地方。东门守将杨琴何在？家中有急事，马上便回来了。哼，半城之日不容有失，让杨琴速速回来。是。爷爷，我们还回来吗？快走快走，别等关东叛军入城，把你们都杀光。这是祭祖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先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，从来不会。残存亦末路，兵败如山倒。如何？押送大公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，但我没看见你们的首领。看来是有事耽搁了，不过应该没有问题，可以动手。一队、二队，准备！请，有可疑任务。只有一个人。给我上！保护小哥！好还！灯油，退！快退！怎么办？被隔开了，这怎么办？司马朗，让你们的人速速死！公子，久等了。哼，我已经腰酸背痛。
公子，跑了一夜，我觉得马不行了。速速开城！奇怪，北门的赤骑军怎会绕到古门来？快开城，放我们的人进来！为何这么多人受了箭伤？看来损失不小啊！中途马毕竟能力有限，急赶起来就不行。和华将军的赤兔良马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。哼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的赤兔马可以这么快从城外绕至古门吧？就算多跑1倍的路，也不在话下。真的想不到，速度太惊人了。不过，华将军的赤骑军似乎也损失不小啊。不用担心，足够干掉你们。我们怎么办？人家称兄河北，理当精于骑术，怎么会算不准马匹的体力？你们援兵一直没发现吗？等死吧！快跑啊！留在这等死吗？退路也断了。袁大哥，事情已到这步田地，公子还在干什么呀？可还有后继。说什么救人不需要这么多人？你们袁家的大队去哪儿了？都闭嘴！你的人已经乱了。乱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华将军一定会放我们走的。没错，留下人头就放你们走。死到临头，这小子看来已经疯了。若是不放我们走，人头落地的就是诸位了。我从北门追到南门，再由南门追至古门，整个晚上你只有逃跑的份儿。我看不出你的计策在哪里。马匹的差距确实很大，如果我们有赤兔马，此刻早已脱身了。这就是赤兔马的实力。任你诡计再多，最终还是要输在实力上。唉，还不明白吗？哼，总觉得这家伙是在拖延时间呢。对，好让他们的马恢复体力。董卓今日班城，主力已在西门往长安途中，而洛阳城作为掩护全体军民撤退的屏障，此时此刻又不得不守，至少也要拖过今日。但是主力不在城内，兵力有限，支援各城门的任务就落在拥有最强机动力的赤骑军身上。我明白了，你实际让李傕和郭汜在暗夜中相斗，是为了引我出城相助。只要我出城，关东叛军便可攻城，而你们亦可趁机逃脱。可惜你大大低估了我华雄赤骑军的速度，你完了。既如此，何不过来杀了我？不可！你是不怕死，还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华雄，该怕的人是你，怕你娘亲！公子，袁大哥，你这疯子！华雄，你现在怕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要你一直追赶的原因，马力。我的马力。北门方向，信号箭吗？有2只，难道我们的人到了？我用此计，就是要消耗赤骑军的马力。赤兔马虽强，彻夜奔波也已疲惫不堪。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出事，你还赶得及过去支援吗？现在北门的守军少得可怜，不需要太多兵力便可攻下。洛阳城若有失，董卓定会将你军法处置。华雄，此时不去救北门，
更待何时？我也可以先宰了你，再去救北门。别过来！华雄军务在身，只杀他一人便回军北门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袁家的。嘿嘿，你很聪明，只可惜聪明人往往不啊！小姐，遥生袁公子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年纪轻轻，何必为了……华雄，我们俩还没打完呢！来呀，再战！老东西！弟兄们，别被个女人给比下去啊！又是北门，北门告急！赤旗军的弟兄们，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华雄的。洛阳若失守，关东大军入城，你们中有几个能活下去？混蛋！车里的人质，北门的援军，我这一记双管齐下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华雄，你是要继续在这里跟我们斗，还是抓住一线生机回去守城，好在董卓面前保住你这颗护城大将军的人头？听说北门你失守了，听说这些关东的乱军凶残成性，见人就杀，不想死的就快点儿！马帮主，事情已照您的意思办妥了。至于我的老弟，清风帮办事诚信为本，待下一批人过关之后，你们兄弟就能团聚了。多谢马帮主。联军攻洛阳，这里很快就要闭关了。辽源兄弟怎么还没到？难道出了什么岔子？北门已被我军攻破，董卓大军节节败退。华雄果然来不及回防，袁大哥这一石二鸟之计太厉害了。哼！大事将成，二位为何面有难色？据探子所报，联军在平阳的主力已被引往龙山和北陵，洛阳附近应该已没有其他兵力部署。不错，但是袁绍军却忽然攻克北门，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哦，怎么不对劲儿？你显然比我们早一步得知班城之事，却只字不提，只通知你们袁家的人，反而利用我们救人的计划，来实现袁家独吞洛阳的野心。等等，这只要洛阳被攻下，皇帝又被携往长安，这座大城便名正言顺的归你们袁家所有了吧？袁大哥，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没错，我袁家4世3公，更有皇帝诏书讨贼，若没有雄厚实力，如何可行？再者，以你们主公孙坚的野心，我又如何能不防？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袁大哥别误会，我们忠于汉室，何来野心？自黄巾之乱以来，各位虽也奋力讨贼平乱，但是你们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，到底吞并了多少地方？每霸占一城，便立刻征兵收粮。黄巾贼已除，你们主公此举又为的是什么？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，这为的是什么？是野心，争夺天下的野心。
这种人若不除，天下就只有更乱。怪声怪气，是谁？快给我滚下来！这人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董卓，直到今天，朕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。很好。是董卓，皇上在他手上。华雄也在，他们怎会在这里？北门被破，西凉军败相已露。董卓，你还不快逃！你就是水镜八奇中的袁方，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难怪华雄会被你吓得屁滚尿流。不必虚张声势，华雄是因为还不知道我的计策，才会被你耍了。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只是班城而已，此刻怎会还在城内？不只是班城而已。算算时间，那个人应该已被引到皇宫去了吧？那个人，难道董卓的目的竟然是？叔叔如此激进，是那件东西吸引着他。袁绍，朕等你很久了。皇上，臣听闻皇上孤身在宫内，便忧心如焚。原本出护驾来迟，皇上恕罪呀。知道了，都轻点儿。失礼了，臣见到皇上内心太过激动。皇上，您的头发怎么长出来了？袁绍，那人是我弟弟啊。啊？是吗？班城势在必行，但是就这样毁掉洛阳，似乎太过浪费。若是能够顺便除掉袁绍，那就很有价值了。关东叛军那些家伙各怀鬼胎，没有袁绍这个龙头，就只会狗咬狗，不足为惧。所谓城下一句，天下军师何其多，总有人能够破解城下一句之意吧。不过无论谁人破解出来，第一个得悉之人必定是袁绍，那就正合我意了。什么城下一句？董卓在说什么？他们聊得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袁大哥这是怎么了？连袁大哥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世上竟有如此厉害之人！这就是战争吗？父亲，我长大了，战场上的事，既然大哥可以，我也一定行。我这是在后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希望北门楼的奇迹能再次降临。老大不在，事情似乎顺利的有点过分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难道他被吕布缠上了？有可能。吕布，你在担心老大？担心他？嘿嘿，他可是个不会死的怪物啊！只是真的很想看看老大和吕布那两个怪物之间的对决。光头，不认得我吗？你是？是你？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这位朋友是？在下袁当，是司马大公子的朋友，久仰残兵大名。他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之子，因为事迹败露，
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摆脱吕布的追杀。难怪我们营救大公子时没遇上吕布。我说，梦姐，这是我见过你最有女人味的一次啊！这次洛阳没白来。死光头！报，袁绍已攻下北门，直闯皇宫。董卓呢？董卓已关上东门，准备决一死战。看来我们要另觅出城之路了。我就是为了此事才带袁公子过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城西是东周的旧王城，那里有一条密道可直通城外。哎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这原本是为营救司马大公子准备的脱逃路线，所幸仍能派上用场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只是老大还没到。城内布满易燃之物，而且百姓皆已撤走。看来董卓是真的要烧城了。这就是旧王城，不错。你们先从密道离城吧。小梦，你只要知道是这里就行了。我留在洛阳城内等他，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咱们先去外面，晚点一样能跟他会合。都别劝我，你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。可是，小梦。带他回来。袁公子，多谢照顾。姑娘执意要走，袁某自不便挽留。只不过，旧王城内遍布机关，先让在下教姑娘开启之法，再走也不迟。以免姑娘带了那位火兄回到这里，却不得其门而入。大公子，不！杨玉后面！这腿法，这力量！我早就知道，那个不通音律的王允，怎会忽然送一名歌姬过来？所以军师一早便设下死计，引你们上钩。美人儿，惊讶吧？我带来的这份聘礼可还算丰厚。
令我惊讶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一个令我费解的人。元当，不是你的真名吧？让我来再次介绍一下自己：骑都尉兼西凉军第2军师吕布。文人不能武，武者不善文，文武俱备者稀。汝谓吕布是何人？人云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吾却谓吕布不是人。到底还有多少个吕布？连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凡是有吕布在的地方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少主哥们，一个都不许退！龙椅就是龙椅，坐上去的感觉果然不一样。没想到我袁绍临死之前还能在此坐上一坐。龙，你在笑我吗？文丑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主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我们中计了，文丑。为了坐这把龙椅，就必须要有人流血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今日就是你我的死期呀！我们还可以逃得掉吗？我文丑说可以就可以，不想死的都跟我来！走！董卓，你不过是要我的命，何苦让大汉基业毁在这场大火之中？你怎么这样死得不漂亮啊！死不了的，主公，随我冲出去！皇上，不怪董某烧了这座洛阳城吗？再造一座就是了。有你皇兄做饵，也不介意吗？如果事事顾虑太多，将来如何管治天下？好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有董卿在，朕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再说，朕此刻也已骑虎难下了。当我是老虎，那你是什么？朕当然是骑在猛虎之上，真龙。胆子不小啊！难怪我这么喜欢你。袁绍已经完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全部杀光！不要再推了！公子，快想对策呀！你可是水镜8旗之一呀！芳儿，爷爷知道你在想什么。
你正想到袁家世代显恶的原因，一切以利益为先，凡阻碍之事必要摒除。你又想到此刻的形势，爷爷已是一颗绊脚石，能带着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笑啊！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竟仍拿不定主意。你叔叔此刻正身处险地，若是他死了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天下最强的军师，绝不能优柔寡断，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行。你背后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要害怕身边人的牺牲，你可以吗？很好，爷爷很喜欢你的素质。袁大哥，叔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袁大哥，就是这样吗？对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！拦下他们！可是前方是河道，我总不能让马车。叔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别怪我！好，叔子，既然你喜欢我，就来为我牺牲一切。让我坦白告诉你，我元芳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这小子身为军师，竟然如此善于骑术。小姐，不要啊！跳下去，必为乱箭所杀。这就是结局吗？我元芳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死原来，死原来，如此可怕！我不要像他们一样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要死。元芳，如同此刻的我一样，你也只是怕死而已。你也不过如此。北门楼的奇迹，奇迹就是奇迹，怎么可能一直发生在我身上？这种想法真可笑，我真可笑。看吧，就连死去的人也在笑我。那年的山茶长得很好，他喜欢茶花。为了他，我家的花园种满了山茶。只是芳儿和孔家小茶姑娘的婚约一旦取消的话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由不得他不同意。现在江东之虎孙坚已占据了江南一带。芳儿性格固执，又能言善辩，要说服他也不太可能呢。此时不拉拢孙家，难道让其他家族捷足先登吗？都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本初，你怎么看？少以为孔家能够为袁家带来的利益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，要做的终归要做，而且要做的彻底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这是为了袁家的利益。对，为了袁家的利益。人们总说茶花耐寒气长寿，为何只有我的话经不起风雨？不可能！我绝不相信小茶是病死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明白的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比我和江东孙坚真君成亲。为了让我死心，终派人杀死小茶。你既知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你有那么多儿子，他们不更能代表袁家的利益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进亲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为何要牺牲我？回答我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我父亲，你今年只有20岁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我袁绍一生呼风唤雨，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可惜却生了几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所幸20年前，一位杰出的女子终于为我生下了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。住口！可惜，因为礼节的缘故，我无法给他一个名分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这个孩子才是我最适合的继承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为了让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，我会不惜一切让他得到最好的东西。他会得到最好的生活，得到水镜先生最好的教育。将来，他也会得到一个最有利的婚姻，壮大名声。不，届时，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，去和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竞争。你要怎样骂我都可以，但你绝不可以曲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意。痛恨我吧，愤怒能催生强大的野心，这样才能令你不惜一切来夺走我的东西。没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袁家就会被中原洪流所灭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不是你的一颗棋子。人放啊，有我自己的路。别让他去救袁绍！为了得到你的一切，实现我的野心，袁绍今日还不能死！黄盖，你这缩头乌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里的人都被你杀光了，黄盖应该也在他们之中吧？还有，最后一个，国贼，天下人会永远记得你的谋朝篡位，永远记得你的不忠不义。今天死在这里的每一位忠臣烈士，他们不死不灭的精神，更会像厉鬼般缠着你，诅咒你。你不只得不到天下，更会受尽后世唾骂。主公，袁绍将死，这人留着也没用了吧？督促国贼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世间将容你不得。对，你将会被自己人残杀，甚至是自己的儿子。胡说八道！主公，让我杀了这老东西！骂得好，像一个不知所谓的泼妇。汉室将亡，并非亡于我手，而是亡于像你这种尸位素餐的蛆虫。你贵为太傅，高官厚禄，享尽荣华，却上不知劝诫皇上，下不知监察百官，是外戚阉党祸乱宫廷，黄金贼寇荼毒天下，赤地求
千里，民不聊生。你凭什么在此满口忠义之词？我问你，究竟是眷恋自己一手腐化的国家，还是眷恋自己的荣华富贵？圣上，请你不要理会这国贼的胡言乱语。臣等之心可照日月，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的心。袁奎，你既无护国之见，也无救国之能，甚至你根本不明白天下百姓的心。天下百姓的心，这国贼竟会有如此正见？不对，你不是不明白百姓之心，你根本就是不在乎。扪心自问吧，袁奎，你和我之间究竟谁才是国贼？董卓的样子是在膨胀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幻觉。老家伙果然还没死！快跳！在下不会水啊！弓箭手！廖廷，老家伙是孙坚的水师提督，水性好得很，给我再射！无妨，不用管他，差不多该去王城了。这么说，袁绍已成功逃出皇宫了。以袁绍当前残存的兵力，只可逃往旧王城。吕布已引兵埋伏，我们从后方夹攻，这就是天下第一计谋，城下一句的真意。三位残兵到此为止了。残兵的招数你还有很多没见识过，机会难得，想不想开开眼界？雷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咱们趁机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回来呀！事到如今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只是一个佣兵，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吕将军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公子，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有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对吗？吕布，她是我的，你敢？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他说什么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小梦，你……走了。口中刺。梦姐，抱歉，计划失败了。想要挟持我逃出洛阳，残兵果然不简单。公子，好险啊！若刚才的是你，公子，你不是说过要他吗？我可以安排。我没说过，你记错了。不，会死的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完全猜不透。仿佛一切都在他计算之内。红色，这是水还是血？如果这是水，为何如此炙热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是
人还是鬼？停！不用来了，我不是叫你们留守在主公身边吗？对付这些西凉人，有这一把斧子就够了。文丑啊，我真的摸不透你的实力。前面把守王城的，想必是更厉害的货色吧？不过，我今天状况绝佳，就算有10个吕布，我也吞得下。见鬼了！主公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算是10个吕布，你也吞得下。早知如此，就该说10位美人了。这个人就是河北文丑。那么和废帝刘辩在一起的，自然便是袁绍了。听说吕布曾独闯五里军营的中心，单人匹马击杀了独眼龙刘宗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以他一人之力如何办得到？今天见到各位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吕布原来不止一人，难怪如此厉害。既然知道厉害，还不速速退兵？文丑，敌军势大，不如好，好想与尔等一战啊！各位吕布来！战！一招就败了，还是被腹背，连胯下的坐骑也承受不住这力量。死得不漂亮啊！如果这人是吕布，莫说10个，就算100个，我也吞得下。义兄，我曾经听你说过，当主义父平定天下之后，你想当洛阳太守，所以，许灵兄，我把洛阳城烧给你。在你接收洛阳之前，我先将夺你性命的凶手带来了。推出去！大公子，王副帮主，你也在这儿！混蛋，到底有多少个吕布？小莫，你……没错，就是他中了吕布的奸计，我们才又见面了。大公子，我……张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这样子好漂亮啊！你也看看场合吧。不愧是大公子，跟我先前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今天，大家都见识到吕布真正的实力了。从落在他手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只可惜，连累了清风帮的兄弟们。大公子此言差矣，
若不是残兵提前告知汾城一事，让弟兄们早一步离开洛阳，恐怕清风帮就要葬身火海，从此消失了。现在我们只牺牲了几十个人，却救回了数百弟兄的性命，谈何连累？说到底，罪魁祸首还是我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大家怎会？痛！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？造反了吗？还是发疯了？发疯的是你，风言风语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大公子，你以为残兵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况且你还不知道，此时此刻我们那个疯子首领在干什么呢？这么说还有后招？对呀，还有那家伙在。大公子的心情好了许多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。吕布，站那么久，也该腰酸背痛了吧？咱们来切磋一下。很好，我的手也痒了。对，动动手比较舒服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！先斩吕布的竟是我们。今天，我们可以在王城之内亲眼目睹吕将军战斗的英姿，着实令人心潮澎湃。来，让我带头助个威！吕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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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将军！士气好高，这些人对吕布有着绝对的信心。吕将军，战无不胜！喂，副将中标了！军，别喊了！吵死了！对，吵死了。100斤。哼哼，错。是150斤。吹牛！你这矮子怎有如此力量？别笑死人了。但是，待我左手一挥，力道足有1000斤。要倒了，压下来了！好了！这不是人呐！这力道何止1000斤，但是单凭蛮力是不可能赢过我的。我有的是蛮力，所以才担当先锋。至于杀人，是他的工作。嗨！残兵这么强的吗？看来雷和昂还没使出那招。真的有希望赢过吕布吗？可怕，真是强的可怕。怪不得连行事万无一失的许林也。残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吕布也名不虚传啊，连马屁也拍得比别人响。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连招之下活命的人，也会是第一个取你们性命的人。有可能吗？他还没用兵器呢。不妨告诉你，无论用不用兵器，
你都敌不过我俩联手的最强一招。这一招很强哦，连我们首领都挡不下来的。刚好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为了提升你们的战意，打赢我，便免你们一死。好大的口气呀！磊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听得不是很清楚，似乎是说要饶我们一命。你怎么看？很想揍他一顿。那就来吧。这里就已经和火炉一样了。我准备好欣赏你们的绝招了。好戏来了！我们也准备好了。绝招的名字是……只用一次。招了，怪名字。又一次。对，不过更强更快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没完呢！一样，听到了吗？还没完呢！只差一点。厉害。吕布看来不是他俩的对手啊！好痛啊，但是痛快。我从未享受过如此这般痛快的感觉，但享受也该有个限度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看，那些西凉将士，眼看吕布处于下风，却没有一个人下来助阵，是不敢出手，还是对吕布有绝对的信心？这招叫只用一次，是因为从来没人可以活下来吗？可惜你是个例外。那就改成只用2次吧。如何？再来一次。单手单脚在战场上本已算是废物，没想到却练成了如此强劲的杀招，令人佩服。你本为丁原义子，却卖富求荣，投奔董卓，对名利的执着也着实令天下无耻之徒佩服。董公子，吕布加入西凉军的目的是什么？公子可曾想过？公子莫受挑拨，我的义父之心可昭日月。吕布，你要小心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小心呐！太迟了。
好，好一招声东击西。雷，这家伙很棘手啊！别担心，战场上没有杀不死的敌人。可怕，我开始担心了。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现在不杀了你们，下一个死的就会是我了。说的没错。哎呀！又来一次吗？可惜我已经看穿了这招的破绽，就是先攻你这小子，然后再攻你的下盘。啊！糟了！强敌当前也不弃武自救，你太愚蠢了！放屁！挡下了。可惜我站不起来了。雷，别过去！这小子的五脏六腑已经被吕布强大的力量震伤了。只剩下你了，去取件兵器吧。哎，没有这个必要。赤手空拳照样可以！来！笑死人了！就凭你这个残废，你没有兵器，连我都能打赢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打得不错啊！谁？哼！啊！将军，刚才为何不下令阻拦？你们没看见他肩上扛着的是什么吗？我已经杀了9个吕布，还有多少？看来这里的西凉人全都聋了。又是一个拿方天画戟的人，莫非？对，碰巧我也叫吕布。别报！张辽将军于西门外大败袁尚。好一个张辽！反而你们9个却打不过1个。简直有损吕布的名声啊！这些个窝囊废全是假货吧？怪不得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吕布的踪影。这些假货的作用就是迫使主公来这处死地，所以他们死的还算有价值。你才是真的。这么肯定？相当肯定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将士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主将。懂得观察兵卒的眼神，你很不错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为何发笑啊？人说吕布有勇无谋，今日一见，令我恍然大悟。悟出什么？悟出水镜先生士气论的精髓。士气论，就是那篇天下第1谬论呐。说说看。贬敌台己，其法有3：其一，敌将出胜者，贬己方武将驽马；其二，敌将多胜者，贬己方军师择地失当，其后天时预判失误；其三，敌将常胜者，贬其有勇无谋。常胜者被贬为有勇无谋，那不正是敌人对吕将军使用的手段吗？这就是敌人维持士气的法子呀！原来如此。今日得遇西凉军的常胜将军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过奖了。主将虽勇，赢得战争却还是要靠每一位将士一刀一枪去拼。归根结底，战争就是两军士气间的一场较量，对领军者名声的一场吹嘘。能被称为有勇无谋者，天下不出几人。你
是其中之一。自黄巾之乱后，河北袁绍的势力迅速拓展，也是2个被称为有勇无谋者的功劳。你是颜良还是文丑？在下袁绍麾下上将军及6军军师文丑。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文丑，被称为有勇无谋却战无不胜的大将。他单枪匹马到此，莫非有诈？安静，别乱！文丑兄果然厉害，几句话就令我方乱了军心。既然军心已乱，阁下有何对策？别无他法，唯有一战。不错，请备马。几句话已令我骑虎难下，对于将军这样的人，吕某深感敬佩，承军美意。好敌难求，请。这就是武将的豪迈啊！为将者当如是啊！董某受教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武将之勇啊！眼前这2位将军，智勇双全，残兵真的不如他们？我们败了吗？还是我们的勇者还没有出现？大伙快呀！钟兄，王城里真的有密道可出城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现在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那位小兄弟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血还没止住，可是饼真的能止血吗？没错，拿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血不可白流啊！流多少，我便吃多少。风向变了，大火马上就会烧过来。就算火不烧来，我们若杀不出去，一样会被这烟呛死。知己知彼，生来不死；知天知地，生来不穷。孙子啊，我竟忘了你的兵法，真静啊，静得有点过分。前面地势凶险，我若是董卓，必会在此设伏。知道又能如何？此时此刻，我等已无路可退了。少问众将士，你们怕死吗？不怕。我问完了，现在就把答案告诉敌人吧。宋军被出汉了！王俊、马洪、郑杰，在。刚才的问题，你们3人还未曾回答我。即使主公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末将还是顾我；即使主公向董贼投降，末将还是坚持己忠；即使主公下令退兵，末将还是会坚守到最后。诸君的回答，少铭记于心。对，就算是要死，也不可失了袁家的颜面。上面是董卓。董卓。好，就在前方相见吧。上天，你赐予我一个华丽的牧场，让我死得漂亮。误主而死，天下传颂，袁家千秋
颜面有光啊！退下！别逼我们动武！大人，怎么办？前面是董相国特别为袁绍设下的死地，不可以被这些贱民扰乱。传令下去，如若不退，格杀勿论！别过来！退下！退下！快看啊，烟吹过来了！既然进去都是死，大伙儿不如拼了！对，这怎么拼啊？退下！别过来！弓箭手！快退！大伙，别站起来！战争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太平，为的是国泰民安，为的是兴仁义、复孝慈。何以眼前竟是人与人相杀不休？如果这就是苍天安排的命运，那么苍天已死。黄金贼张角说的没错，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梦想而踏上杀戮之路，我和董卓又有什么分别？大哥，我矛盾了。所谓的苍天，乃是民愿，万民的意愿即苍天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天不在乎生死兴亡，生命凋零，只在乎是与非。你意向不决，只因你怕祸及无辜，坏了大哥的名声。但是，一个视自己颜面重于是非的人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董卓视颜面如粪土，成一代霸主。只是这人不顾民怨，不分是非，无异于逆天而行，必将走上灭亡之路。大哥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很好，二弟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只有数十士兵，加上这群民众，要是杀上去，必死伤惨重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去。你是董卓军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。再加上这些人救过我。好，我信你，大哥。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校尉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。这人是西凉军，王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！我走鬼也不放过你！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三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
郑将军，你可曾想过，生命是什么？生老病死吧。不，我问的是武将的生命。老爹生前说过，武从军征，80誓得归。归？应是马革裹尸还吧。身为武将，若胜，还有永无休止的战事在等着你；若败，死者加献咒骂，军法处置你。若临阵退缩，史书上定会贬义你，你的后人也一生都抬不起头来。若有幸80岁仍不死，但看见年轻一辈沙场杀敌，而自己却有心无力，那时只怕比死更难受。武将的生命就是如此无奈和荒谬，选择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多谢两位大人提点，我豁然开朗了。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来了，是袁绍的前锋，领头的是郑杰，听说过此人。让他们过去。不错不错，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不错不错，能葬在如此壮观的墓地里，现在只差一个轰轰烈烈的死了。啊，这是袁绍军的先锋。关东的援军来了。文丑大人还活着。文丑大人，我等奉主公之命前来驰援。吕布，你发现我在想什么了吗？文丑大人的手在抖。这人难道就是能让文丑大人如此紧张的对手？看来他就是。又来了3个送死的。黄俊，以打头阵，探探对方虚实。正有此意。文丑大人会发动，只因身为主将，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下不了决心。不似我等身为先锋，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，反倒无需纠结。敌将报上名来。吕布，果真是吕布。选择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
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战神吕布，名不虚传，能死于战神旗下，我死得漂亮。才20岁，便战死了。身为武将，能与天下无双的吕布一战，他死得其所。郑兄，强敌当前，你我还有时间悲悯吗？哈哈哈哈！马红，我的手也开始抖了。哈哈哈哈！他终于下决心了。文丑，这次要让多少招？我们有3个人，请让30招。文丑大人，这……好好感受吧。吕布的恐怖不仅仅在于他的武力。吕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保护主公，大出重围，我等今日以此报答主公。最吵的那个是我的。董卓来了。华雄，在。我们下去。终于要来了。
谓就此危惧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辅佐天子铲除异心，我有错吗？铲除异心便能天下太平吗？董卓，管治天下并非如此简单。皇帝顺天而来，只是尔等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找的借口。试问何人曾见过上苍，听过天命？袁绍啊，苍天已死！你的理念居然和黄巾贼如出一辙。贼？何为贼？袁绍，董某正是要消除每一个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窃国之贼，还天下一个干干净净。除淤血，生祸乱，人才知什么是可贵。贼喊捉贼，一派胡言！可恨的世代公卿，大官显贵，都给我死！天真的死了，董卓，你管治天下的理念，注定像我的生命一般，一闪即逝。逆天而行，结果只有一个。董卓，你的末日近了。袁绍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顺应天意吧？给我下山取回袁绍的首级，送来救王城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华兄，看来吕布比我更受欢迎啊！董卓来了，难道袁绍大人？好刀法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脱刀法呀！这记翻身真是妙绝。看来大家已忘了城下一句之意。叔叔1敌3，不错不错。对，让了数十招，强如文丑，亦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华兄，你认为我看到了什么？以末将看来，这是有心炫耀。我看见吕布正在建立自己的威望。今后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乱世。我老了，统一天下之愿，在我有生之年可能完不成啊。随后的事，你能代替叔叔完成吗？叔叔，吕布的威望正扶摇直上，更凌驾于你。如果我死了，你有能力去驾驭吕布吗？还是让吕布来驾驭你？叔叔，你的意思是，吕布会取而代之？没人知道吕布的心在想什么。主公虽与他君臣相称，实则与父子无异。但这人曾为名利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原，我看主公这是养虎为患。持国如骑虎，用人也是一样。若一个人能驾驭猛虎，世上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？我可没有叔叔的骑术。那么，当吕布杀了这3人之后，结局便无可改变。在我死后，吕布必将你取而代之。30招，快到！
刀枪无眼，公子来做什么？文丑，你的主公袁绍已死，何不速速归降？袁绍已死，袁绍已死，袁绍死吧，投降吧！公子，只怕他们不会如我所愿是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速速归降！这里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生平的将军。我捉住他的旗了，快！好，一命换一命。可惜我的命还不配。文丑，30招已让完了，你在想什么？他能看穿我的心。战又不战，降又不降。皇儿，你终于出手了吗？如今袁绍已死，关东联军群龙无首，必将瓦解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文丑，你又何去何从呢？我非吕布之流，文丑尚有忠义之心。于忠啊，天下大乱，就是因为袁绍这样的庸人太多。吕布与你不同，他是非分明，所以才会选择我方一时。因为他知道，能解开天下困局的只有我们董家，所以他甘愿受尽天下人唾骂，对董家尽忠职守，至死不渝。公子说得好，吕将军忠于董家，弃暗投明，跟你的于忠实有天渊之别。文丑，投降吧！你看公子那份豪迈，跟当年的主公多像。好小子，能以降敌之说提醒将士们，吕布乃是不义之人，而后再以忠义之名赞扬吕布，让他有台阶可下，实乃一举两得。这样一来，吕布就算要反，亦得不到人心，而公子的地位反而变得牢不可破。皇儿，你长大了。至死不降！公主，为我祖父命来！大伯吧，放你养车！这个好厉害，前面不行了！喂，怕什么？给我拿下！12人出了吕布，全都是废物，当我者死！文丑，我来会你！我就是在等你呀！什么意思？这蠢材竟然离开了主公！小花子，不，莫非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？死得不漂亮啊！吕布曾为名利杀掉了自己的养父丁原，我看主公须的是养虎为患。好。义父，这人是一个本该死去的人。
先假扮我军刺杀袁绍，再送来袁绍的假人头。只要我稍有疏忽，这人便可趁机发难挟持我。这一仗，袁绍便可反败为胜。能在败局之中谋划出此等计谋的人，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袁方吧。袁绍的人头，死得不漂亮啊！死得不漂亮啊！水镜八奇相比，奉先你还是棋高一招啊！可笑的是，袁绍兄屈尊降贵，甘当一名小卒，未免太过委屈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出手太迟了。什么？袁绍还活着呢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袁绍、袁方，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公子，袁方谋划的本是一条起死回生的绝妙好计，可惜却败在了文丑手上。我早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，但并不清楚拖延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先陪你玩一玩。袁绍帐下皆乃忠勇之人，方才一听到袁绍的死讯，这两人便疯了一般向我扑来，一心殉主。而你却没有这么做，是你文丑的忠勇之心不及此二人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料定你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，使我远离义父身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袁方献头之际，你立刻向义父所在之地全力攻了过去。以你的实力，一般兵卒当然无法抵挡。如此一来，连一直守在义父身边的华雄也被引开。这时，义父的身边已没有得力护卫，这正是袁方出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家伙不是人呢！文丑，我们败在这里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，公子。若不是你一早就预测到我的行动，忍辱负重等待时机，这计谋根本就无法成立。我们各自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今日虽败，袁方亦无悔了。可文丑心中有愧呀！就这样结束，我不甘心了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我看见一只有力的手放在他绝对信任的人肩上，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，我感觉到自己败得彻底。大人的状况看起来有些不妙啊！大人无需惊慌，还有我们兄弟在。上面的是谁？给我出来！这个声音是……哦，差点忘了。来人，给我抓住那家伙！我军还有一支无法驾驭的骑兵。
将是忍成七彩的元芳吗？你还要躺到何时？在逆境中，可需保持冷静，冷静乃军师之本。但是，现在的我有些无力。这不是传说中的吕将军，吕将军，这人就是赵火，杀许大人和我父亲的凶手啊！这么说，此人就是残兵之首。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一切真的是那么奇妙。更奇妙的是，我看见一个愤怒的表情，这个表情告诉我，吕布已失去围剿这英勇的冷静。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，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、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的杀招。那怪物终于来了！火哥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正是时候？这家伙就不能早点来？别乱，守住阵型，别乱！你终于来了，竟然连吕布也乱了。仲达，你说的机会来了。用兵之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用虚效制造真相。阿火，最后的杀招就是赵火。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吕布。董卓，初次见面。后面！许灵死后，我们一直在找那独眼杀手，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幌子。更没想到，残兵的首领就是你。有件事令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？相传残兵皆为身有残缺之人，可我实在看不出你哪里。怎会如此？他结结实实吃了吕布一击。那小子竟然没事？难道你天生就没有？对，孺子可教啊。他是人吗？人们都说吕布不是人，要我说，咱们这个疯子老大比吕布更不像人呐。你喝了？啊，这不是酒吗？傻瓜，这可是四叔特制的川城破肚芥辣油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酒。竟然整瓶喝光，你会痛死的。
可惜，而且连那残兵首领竟然也脱身了。姓赵的，老子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换那残兵首领一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算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，能让3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呀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，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刘备啊，刘备，董某几乎就想留你一命了。看看你这个无名之辈，还能做到何时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杀我，礼尚往来，有借有还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况且，吕布不在这里，你想杀我，也并非易事吧？你们记住，我儿吕布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。今年可真奇怪啊，到今天才下了这第1场雪。换作往年，祭祖节前都下了4、5场了。还不都怪那董贼逆天而行，倒行逆施，惹得苍天震怒。怎么驾车的？小心点啊！抱歉，对不住啊。又流血了。花儿，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痛。活该！你说谁活该？再乱说话，小心人头落地。孟姐，布拿到了吗？来了。这是哪位？大美人啊！布拿来了就快帮老子止血。知道了，躺着别乱动。真是。雷，你怎么样？不碍事儿，一点皮外伤，加一点内伤。而已。老大，你虽然不会疼，但全身的伤势加起来比他还重啊！小场面，随便舔一舔，睡一觉起来便好了。你才刚保好，你坐起来干嘛？快跑！到底是谁？躺着怎么吃东西啊？刚才的饼呢？拿来。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鬼啊！
盖，这小子杀不得。元朝大人，这小子是西凉军校尉。谁杀谁还不一定。他不是已经……诸位，给袁某一个面子，先别动手。大人，知不知道他？我只知道他是这里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好啰嗦，想杀我就来吧。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小曲，来吧。自产不休的家伙！你的镇定换来了我的信任。和我的不智！后面怎么了？敌人追上来了，快走啊！杀害许林的真凶就是你！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蠢了。没错，真是太蠢了！丧友之痛，令我失去了为将者最重要的冷静，才会三番两次为你愚弄。吕布，只差一步啊！对，就欠着最后一击。别忘了，还有我，快动手！残兵，最后靠你了！你们护送大公子先走，像以前一样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回头，有请小梦。明白，和以前一样，无论对手多强，最后的工作总是留给我的。我又见到了这个眼神。那天，那个令我今生第一次感到恐惧的眼神又出现了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怕的。吕布，我救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为许林报仇的使命即将完成。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许林生前常说这句话，他正在下面等你。去！
晚呢，你还没死呢。还能再战？天下竟有这样的武将！他真的是怪物。你和我不一样，吕布啊，你现在很痛吧？痛不重要，痛快才最重要。现在还想杀我吗？我……小毒妇，看到这个了吗？什么？这可是人中吕布的戟啊！我今天就割爱，用它来换你手上的剑吧。你们这些人，全不是吕布的对手，想活命，就跟我换一把兵器。在洛阳河道救我的是你，在北门楼救我的也是你。我说的对吗？残兵首领。你这婆娘，打从见面起，不是抓我就是杀我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难道我贪图你孙家的权势，想借此亲近你，图谋不轨？你们这些当大小姐的，怎么总爱胡思乱想？喂，小子，你反悔也没用，剑不会还你的。只要你活着，我就答应你。小姐，你答应他什么？真啰嗦。胜负会如何呢？无数武将死于吕布旗下，只他那位年轻人也。战争就是如此冷酷无情，多少心怀壮志的年轻人，终将像流星般一闪即逝，残存亦末路。残兵，傻瓜，哭什么？我的命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我都是残兵，记住。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无需在意我的生死，任务优先。残兵，不要死！如果你死了，我的努力便白费。他说的对，在北门楼杀我15员将官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整个洛阳城除了我，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。整个洛阳城，也只有你这个傻子，才会3番4次被我愚弄。可惜，愚弄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知道吗？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愚弄你。啊！
是时候上路了。虚灵在下面等你很久了。很奇怪，我忽然知道什么是痛了。痛，乃是源自内心的恐惧，又或者，跟这个怪物相比，我忽然像个人了。我杀人无数，在我的画戟之下，那些自称是强者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。而今天，我用上了2只戟。这个人绝非一般的刺客。更何况，在他身后，还有一群非比寻常的同伴。终于发作了吗？我可伤得那么重，他还坚持得住吗？他一定没问题。解药来了。这是中毒了。中毒？怎么回事？漂亮的花总是带刺的。公子，更可怕的是，在这群人背后，必然有一名鬼神莫测的灾化者。毒药竟藏在口中，我真的被愚弄了。吕布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幸好毒性似乎不深。你若太早中毒，我们挟持董卓救出所有人的大计便难以成功。此计的精髓就在于，你若执意追杀，途中必会毒发。可惜，你低估了我的体力。在赶回去解毒之前，我仍有余力杀你。毒是迟了一点才发作，但是你也低估了一件事，在你身后是一群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人。当你是狼时，他们是羊；当你变成羊时，只要杀了吕布，关东联军必有重赏。有了赏金，他们就可以重建家园。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残兵从未失手，这次也将全身而退。如此周密的计算，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啊？小姐，别过去！绝对不是鬼，他只不过是个
怪物。万人我都不怕，难道会怕这区区几百人？那么，在这群满腔怒气的人之外，再加上一个挡你几百招也不会倒下的臭小子吧？打不死，他果真是打不死的。我是刺客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一直纠缠下去，直到你毒发倒下，直到我们之中有一人彻底死去。你的话太多了，无非是想我知难而退，因为你已经怕了。怕？我怎会怕你这卖富求荣的人渣？这小子疯了吗？为何要如此不留余地地激怒吕布？他真的是要拼命了呀！你再说一次，吕布，你这弑父求荣、见利忘义、三姓家奴！这一局你胜了。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可以冷静地权衡利弊，而你最终做出的，依然是一个令自己臭名远播的选择。我要杀你，只为报许林的知遇之恩。我当真与你同归于尽，未免太过愚蠢。吕布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可没说要放你走。对。我对天发誓，下次见面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继续走，别回头。说来好笑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连站也站不稳。燎原火，这不像你。错，我就是我。我在等待，等待火凤燎原的那一刻。是我活在梦中，还是梦活在我人生中？刚才的是幻觉，还是这场龙腾大火给我的启示？二公子，他们来了，马车里还有其他人。燎原火，你这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，我已被你推上历史的舞台了。要追击董卓了吗？
初平元年2月，董卓乃喜天子都长安，临行焚烧洛阳宫室城廓，致使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无复人烟。以讨贼为名，关东18路诸侯起兵伐董。诸侯终日只知饮酒作乐，不思进军。亦有勇者孤军奋进，却终落得埋尸荒土。关东诸侯已撤去大半。
只战了2个回合吗？邓信战死的原因是鲁莽轻敌。鲍忠将军，别大意。是。赐酒。敌将出胜者，便己方武将鲁莽，这是水镜先生的士气论。元芳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哼，可笑！这理论只可用来安慰庸人废将。今日我的武将之路就要开始了。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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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。报，华将军表示敌人不堪一击，无需回军休整，故将旗下部队全数调出了。连营7阵，独斩7人，看来华雄想改写主子你的记录啊。有人想独揽大功，张辽啊，我的头开始痛了。吕布，看见了吗？这是第12个，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做到？你可以吗？我华雄不会再屈于你之下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第12个了，连吕布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战绩啊！是啊，难道华雄的实力犹在吕布之上？如果再没人拿下他，我军的士气必会。只恨我军上将军颜良不在阵中，而文丑又大伤未愈。有趣有趣，方才夸下海口的英杰们，此刻都到哪里去了？韩大人可有良策？我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。主子，您的激将法未免太不顺耳了。不过，看见这群窝囊废和这个烂摊子，潘某又岂可袖手旁观？韩大人，潘凤可斩华雄？关东名将岂止颜文2人，潘凤之名自今日起必将天下皆知，流传后世。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潘将军，前面就是你的舞台。华雄只是配角，我要主角立刻出场。战神之名，非我莫属。
这就是下一个。下一个？你在说谁？阁下因何发笑？马弓手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在笑什么？我只是在迎合这个场合罢了，这个被人安排的处处都相反的场合。近在洛阳偏不战，远在天边才举师。有良日夜笙歌，无良痛苦悲壮。多人欺一人，一人却杀众人。庸者夸海口，能者遭白眼。既然军师的安排全是相反的，那么有人死了，我不该大笑吗？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们的身份低微，不过是军师用来施展激将法的。只是别忘了，我们的身份同样也是出阵者。军前无戏言，刘备再敢说笑，小心军法处置。现在我终于明白大哥为何要笑了。此酒，军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台下还有可以出战的将士，何必要用这几个马弓手？此时此刻，除了这3个马弓手，再无人敢接过这杯暖酒。刘将军，请接过此酒。区区华雄不劳我大哥亲自出马，待关某先替大哥走一遭。酒先暂存军师手中，待关某旗开得胜之后再饮不迟。这酒凉了，就不好喝了。酒凉之后，若是关某未能战败华雄，得胜而归，就拿下我大哥的人头吧。将士们怀疑的目光，诸侯们不屑的表情，兵卒们仿佛在看着一个将死之人，再加上这个深不可测的眼神，还有我这个口不择言的大哥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技术？我看是封面弃马而逃吧。波谲云诡，人心难测，真相仿佛是隐藏在乌云之上的阳光，呼之欲出，却难窥全貌。这场战争的目的绝不简单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何事正在发生？答案只有天知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这人是谁？有人见过吗？主子可知这人是谁？洛阳王曾见过，只恨无缘一战。来将同名，华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。答案只有天知。天的答案是什么？华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。
生涯结束了。这就是天给我的答案。主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依计行事。此人竟能如此冷静，仿佛对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。二哥再不回来，酒可就冷了。这个快退！这里由我们来挡。连胜13场，却因为一时的轻敌，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。主子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妈的，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快退吧！主子，我们中计了！敌人早有埋伏，南面也有伏兵了。该死，我们太深入敌阵了。前方敌人忽然退了，怎么回事？赤旗军的将士们，谁愿助吕布去为被困的弟兄们解围？末将愿往，有吕将军在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张良，送华雄回营疗乡。多慷慨的言辞，吕布，为何你总是出现得如此及时？而我，到底应该感谢你救我一命，还是要妒忌你夺取我手下诸将的信任？华雄，你真的令人头痛。对，是我的任性误了大事。可是我的任性全因你而起。我与主公出生入死20年，却比不上你个新来的。吕布，我真的很妒忌你啊！你令主子头痛了。张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的任性了。不，主子说是你的顽强令他头痛。哼，我的顽强，只因我怎样也打不死吧。所以，为了让主子不再头痛，你最好从此消失。我忽然想起7天前发生的事，想不到你会邀请我一同出战。我也想不到，你我既为同僚，华将军却还是对我存有偏见。将军，井里又发现尸体了。这井，封了他吧。是。自我们入城后，倒是死了不少人呢。乱臣贼子，他们要寻死，倒也无需阻拦。方才百官送行之时，我好像看到了王允。不错。那家伙上次安排刺客入城救人，理应处决，难道主公还不知情？斩草要除根，时机还未到。你是说要搜集证据，将他的党羽？对，这事很可能会弄得天翻地覆，所以我已经提前知会了董皇公子。公子去调查了吗？怪不得一直没见到他。义父忙于国事，我的意思是，待事成之后再禀告他们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要将功劳献给公子？身为臣子，理应如此。更何况，他将来可能是咱们的主子。人说吕布见利忘义，今日这一番言语，倒是令我对你有所改观呢。改观不必了。哈哈哈，对，你我皆是武将，一切皆凭战场上的本事说话。武将的本事吗？不论这样的本事，我华雄绝不在任何人之下。华将军的赤旗军踏遍西凉无敌手，实乃夺天下的利器。此话怎讲？难道阁下忽然想夺天下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那可要先除去我。依军中规矩，我一死，赤旗军就尽归吕布所有。吕布不杀王允，就是想利用他在宫中的影响力来左右百官，进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这就是吕布的野心吗？东皇公子应该已经死了吧？对，我做的。现在就只剩你了。我死后，吕布便是一人之下。你想得太简单了。没错，我的确头脑简单，否则当初就会竭力阻止主公收留这卖腐求荣之人。主子料你必定不甘心久居于他之下，故设下此局，引你来自投死地。世人只知你有勇无谋，连续单挑14位关东大将，不幸战败而死。主子可是一点责任都没有。我想不到的是，吕布竟连他也能骗过。许林吗？他只是一颗用来接近董卓的棋子。不过，主子为报他的知遇之恩，倒是真心的；以丧友之痛来博取董卓的信任，也是真心的。吕布的真心，哼，真心又如何？在这个时代，真心并非多么了不起的东西。主子说过，友情归友情，权力归权力。在董卓之前，主子还曾有过一位义父，丁原的下场，你忘了吗？这么说，就算许林没被残兵暗杀，他的下场也会和我一样。知遇之恩竟换得如此下场。经洛阳护主一事，吕布在军中的威望已经无人可以撼动，而如今董公子已死，继承人之位空缺，时机已然成熟，莫非他马上便会？主公，你真的是养父为患呐！天晴了，头痛也停了，最麻烦的事已解决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不被降罪的理由。义父，我就带几个诸侯的人头回来交差吧。这是关东的援军来了。幸好华将军命我等驻防虎尾关，果真有先见之明。不对，这支人马打的是我军旗号。难道主子出事了？战况有变，华雄军听令，吕将军有令，虎尾关华雄军立即与我合兵一处，火速前往关东乱军后山大营，配合吕将军的正面攻势，前后夹击敌军关前主营。得令。后山
山大营由袁绍军重兵把守，以我方兵力。斥候来报，原本应该死守后营的袁绍军已撤出后山。这袁绍怎么会撤退？那岂不是弃主营于不顾吗？张副将，这莫不是敌人的计策？主子说的对，袁方的奇计果然深不可测。又让二公子说中了。吕布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在等华雄之败。二公子说的可远不止这么简单，有些话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比如他说袁方此人深不可测。发计有3种：一是单向而发，二是双方互发，第3种是融会贯通。我的死！下兵来了，快退！吕布已被引进来了，只要山中文丑伏兵一出，吕布腹背受敌，全军必乱。到那时，我军精锐进出，前后夹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我方有水镜其人的妙计，任凭吕布如何霸道，也难逃一败。吕布已闯进大营，袁军师为何还不下令？袁军师已亲自上山督师了。上山督师？他是何使？袁绍大人呢？速去找袁绍大人前来议事。报！袁绍大人也已回后山大营督师了。立刻向虎牢山中文丑军发讯号，合击吕布。莫急，时机还未到啊！我只想证实一件事。西凉军突破后山大营，向主营而来，我军腹背受敌。不可能，后营有袁绍重兵把守，里应万无一失。后营若失，我等必死无疑。大人，虎牢山方向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。此时此刻，西凉军正前后夹攻关前大营，我们反倒悠闲的像是在游山玩水呢。那些叔叔们万万想不到结局会如此吧？不久之后，叔父和我们已置身于战场之外。想不到我先前误中敌人浩良之计，反倒令你想出如此妙计，不愧是八旗之首啊！只可惜，有人少了一次名扬天下的机会。温将军，你的手……我的伤早就好了，只因袁军师要我继续扎伤，目的是免我出阵，保存实力。可喜的是，我军不费一兵一卒，尽收渔人之利。现在联军阵脚大乱，吕布想必已察觉到你的好意了。这就是第3种的发计，而用计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最大化本方的利益。不要退啊！别退！袁方，你的好意，吕布心领了。
纵有极大伤亡，仍剩有一线机会脱身。可恶！那个元芳竟下令按兵不动将军，目的就是为了消耗我们剩余的军粮。眼下后营已失，腹背受敌，一切已无可挽救。但这还只是元芳计谋的第一步，更可怕的是，为了进一步削弱我等战力，他用激将法将我军13员大将推上了单挑的死亡擂台。
为何还要答应他的要求，更送上这许多金银财宝？此人狼子野心，和复仇相比，吕布还有更大的目标。没错，这也是司马家的转机。我明白了，让吕布觉得司马家还有利用价值，是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，自然就会打消向司马家复仇的念头。没错，哼，见利忘义，正是此人本色。王刚，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你的容貌实在是有些招摇。说真的，有这样的容貌和身手，只怕世间没有一个女子比得上。你这副样子，若是让郭昂、张雷那两个家伙看见，又该拿你取乐了。我家夫人百般温柔，像你这种凶猛的货色，我可看不上眼。那我就安心了。夫人还给我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，不过一个可不够，我的目标是10个。10个？劝你还是免了吧。糟糕，明知小梦此生无法得子。小梦，那个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想生几个都可以，将来有你好受。不过，照顾小孩子这种事，我倒是挺在行。哎，对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帮忙。贱内身体虚弱，加上产后奶水不足，我正想要找一位乳娘，而你……乳娘？我？王刚，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。不是，你又误会了。乳娘，我是说……妈的，受死吧！副帮主是想让小梦帮他找一个乳娘吧？小梦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这脾气让人无福消受啊！这，别再跑了，让我揍一拳，这事就算接过。小梦，别过来！是山贼吗？这么多人，是袁绍的人。这些人不像是寻常的圣队。将军如何处置？为方有诈，一个不留。将军有令，一个不留。副帮主，没事吧？咱们被包围了，是骑兵，咱们走不掉的。小梦，你给我听好，你身负司马家重要的使命，不可以在这里出事。这里有我挡住，你走。清风帮的听着，别让残兵小瞧了咱们，今日随我杀个痛快！跟我来，大局为重，走！快，去找燎原火！小梦走了没有？副帮主，小心后面！没有我，你们撑不住的。你真的是不可理喻！你们退，我殿后。众将军中箭了！李将军别上前，那女的目标是领军的人。要走就一起走。
究竟发生何事？没有小梦，王刚也不在这里。我北方去了，多谢。多谢。为什么都说清风帮是洛阳第一帮？就因为咱们帮里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多谢各位。看呐，全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和药品。这条路连接2个终点，一是长安，二是幽州。现在两地皆为叛军之地，任何人和这两地扯上关系，都会负上反贼之名，死不足惜。说吧，你们是哪一路的人？我只知长安董卓是反贼，何以幽州公孙瓒又和反贼扯上关系了？所以你们是幽州的补给队吧？证据确凿，任你如何狡辩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，我们不是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说出二公子的事。不是，哼，那尔等就是董卓在外收集军饷的部队吧？不是，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。这张小嘴倒是挺硬的。论嘴硬，那家伙也不遑多让。这家伙还能爬起来啊！老蔡，我就说你刚才下手太轻了。快走啊！别过来！快滚！我走了，就没人知道你的下落了。你已经是个死人了，还站起来干什么？留人，留货物。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清风帮不可失信于司马家。有意思的家伙，令此行乐趣倍增。再来500钱，赌他不倒下。这500钱归我了。混蛋！留人，留货物。竟然还不倒！你欠我1000了，1万钱，赌他倒下。不够！妈！燎原火，这是清风帮最后的指引。我还有一个冒昧的要求，请代我照顾犬儿。大哥，快救无敌！中路2天不行了，快走啊！前方道路蜿蜒似盘龙，恐有伏兵啊！后方是袁绍的大军，回不了头了，路被这些车挡住了。是公孙瓒的人，我明白了。郑将军，速速带人下马清理道路。唐将军、刘将军，准备队形，以防有敌来袭。笨蛋，别过来！主公，这些车上全都是。
上有着许多财宝药材，公孙瓒果然不会坐视不理。以幽州补给车队来挡住公孙瓒自己的去路，子王做得好啊！主公，退路断了。公孙瓒，亢龙谷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是亢龙谷方向。我明白了，多谢。王双要像你父亲一样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这谷内乃是一处死地，袁绍果然是要赶尽杀绝。袁绍狗贼，吃我一剑！主公，公孙瓒已无路可走，就由末将领本部军马去取他的首级回来，如何？这群败兵至今仍肯追随公孙瓒，可见斗志顽强。困兽犹斗，若是强攻，我方难免会有死伤。袁某于心不忍，你嗓子大，给他们一点建议吧。诸位，公孙瓒大限已至，我主爱才，愿降者兵卒重重有赏，将官连升3级。降！上不费一兵一卒。唐将军。二公子说过，公孙瓒常年屯兵关外对抗胡人，麾下3000白马一从精于骑射，也算是一方保土卫国的豪雄。这些人有胆敢出卖主公者，我到了地府也不会放过。将军多虑了，白马一从追随主公多年，出生入死，大小数十战，何曾怕过？呸！誓死不降。若是要逃，早就逃了，又何必？汉室天下大厦将倾，而我竟做起了逐鹿中原的春秋大梦。今日之败，实乃公孙瓒一人之过，谋死不足惜。众将又何必为了我赔上性命？援兵还没到吗？对，援兵应该快到了。主公，撑下去，希望还在。你们还在寄望着那支无法驾驭的骑兵吗？那个人一向言而有信，说不定就在附近了，所以拖自觉吗？多谢将军提点，我明白怎么做了。来了，袁大人，公孙瓒已被我制住，还有一些弟兄不愿归降，请稍后片刻，待我说服他们。将军有我，袁某静候佳音。你们怎看？诈降。少本想体恤将士，不费一兵一卒便结束这场战事。如今看来，大人，末将有一计。哦，计从何来？那座山峰居高临下，若是袁绍派一队弓箭手上去，只怕这里无人可以生还。行节商队的人，就是阁下吗？别停下，你领军士去封地，不得延误袁绍大人的军令。得令。
是我杀的。我喜欢阁下的直接。更欣赏阁下敢一个人来送死的勇气。一个人送死，你不也是一个人吗？杀一个人，总比杀100个人来的方便。有趣的家伙，令死刑乐趣倍增。那么，你就带着乐趣上路吧。很好，此处风景绝佳，公孙瓒已为我祖上鱼肉。从这里射，一定中的。没错，袁绍生的高大，想射不中都难呐。大胆！是哪个在胡说八道？给我滚出来！独眼是我的，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500钱，赌你做不到。1万钱，赌你倒下。那批货是司马家的，听说残兵和他们关系密切，莫非你就是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。不自量力，就凭司马家也想和袁氏斗？兖州各大居富之家已被吞并，主公早就想对司马家动手，之前一个行事的借口。借口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如此肯定吗？因为今天将是你名扬天下之日。那个女王还在等着你去英雄救美。我告诉你，美丽的花总是带刺而花边，而花边总是爬满了你这种臭虫。你是臭虫，你主公也是臭虫。还不动手？子王到底在干什么？子将军回来啦！子王，3年不见，你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，置军令于不顾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大汉王朝这朵花已经凋谢了，因为它的身上爬满了你们这些臭虫。子王，回答我的话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来出手。主公，看来是内讧啊！你终于来了。袁绍无心救国，残杀忠良，人神共愤。众将士，随我反了！子王，别含血喷人！主公快退！主公快退后！这反贼将由末将处置。这。
如何是好？疯了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依计行事。依计行事？这什么计策？计策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们已占据绝佳位置，此处箭无虚发。山下的弟兄们，快上啊！上下夹攻，子王将军大计可成。那是什么人？为何攻击援军？莫非是兵变呢？众将士，子王已返，他的党羽杀无赦！杀无赦！果真是兵变呐！援军乱了，越乱越好啊！得到，我等并不知情啊！管你知不知情，杀！子王的人一向嚣张，给我杀！哎，你的1万钱肯定是收不到喽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专做赔本生意的。一箭穿心，小青阳，跟我去宰了他们！埋伏在山上，一定是子王手下的神箭将军朱备。援军冲上山来了，计划已完成，下山去接小梦吧。敌人好像散开了，现在要怎么办？苍天有眼，公孙瓒今日命不该死，现在不走，更待何时？随我来！走！将军，公孙瓒跑了，是追击公孙瓒，还是先收拾子王的叛军？这，依我看，理应先去追。人少相死，尔等灭公孙瓒又有何用？该死！全军齐上，将这家伙碎尸万段！这就对了。小梦，援军已被我扰乱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你不是子王，岂有如此身手？是你变弱了。我忽然觉得你像一个人。被发现了。想知道我是谁吗？随我来，留下命再走。大哥，为将文丑引开，杀袁绍的时机到了，快动手！中计了！速回，保护主公！蠢材！蠢材！好大的气力！这人比波昂更强。文丑，你这蠢材，给我回来！你这家伙终于到了。看来此人就是小子，你就是子龙吧？子龙？子龙？我没说错吧？子王之弟子龙，管你是什么龙。没错，老子就是子龙。我俩兄弟部署多时，
就是为了除掉袁绍。你们是要继续留在这里和我拼命，还是立刻回去护主？这人就是子龙，可是子龙不是已经……嘿嘿，你很有意思，胆识也够用，只可惜，子龙3年前已死了，而死人自然不会复生，被算计了。你既穿着子王的行头，那个家伙想必已死在山上了吧？子王追随我多年，我敢对天发誓，他死也不会反的。公孙瓒高级跳墙，竟然想到找人假扮子王这招，不愧是纵横辽东的北平太守，倒也有些智谋。文丑已是难缠，现在又多了个棘手的家伙。既然你是子龙，那就按天命做个死人吧。子龙还是叫子龙？他叫什么龙？此处风大，听得不太清楚。二弟、三弟，还记得此人吗？那种不要命的打法，想忘记也难。又见赵云了。绝路。袁绍择地而战，布阵得宜。我们一路突围至此，原来也只是在白费气力。戎马一生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一生最大的成就，是身后这群对我不离不弃的将士。这也算是临死前的一点安慰了。主公，追兵上来了！天，你既要还我，又何必给我希望？诸位，袁某还在等待你们的答复。战场上只有断头的将军，没有投降的废物。袁绍，我们的答复就是今日必死，誓死不降，誓死不降，誓死不降。公孙兄帐下尽皆忠勇之人，唉，此等用人之道，袁某倒是要多加讨教了。相比阁下军中尽是反复之人，我已死而无憾。所以，我会命史官多多褒奖阁下，令后世不忘公孙兄的贤能。那么，就请书写公孙瓒与众将士誓死不降，背水一战，却不幸中箭而死吧。好，袁某义不容辞。人兽狗贼，不要舍不得箭啊！尽管射呀！来吧，史书上也请记上一笔，我都为护主而死，死而无憾。退下！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停！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能有如此忠勇之士，夫复何求？我死而无憾了。既然如此，少自当成全。
公孙兄倒明白，笑出一片天的道理啊！汉皇叔刘玄德，这被特来讨教。刘兄言而有信，某亦佩服。你什么时候做了皇叔？莫非当今皇上已与你相认了吗？任意决定国臣之生死，莫非当今皇上已传位于你了吗？天下间打着皇亲国戚旗号招摇撞骗之徒，举目皆是；天下间打着救国救民旗号却图谋私利之人，也不遑多让。而天下间夸口能打败吕布之人，也数之不尽。刘备，就由本将军来拆穿你的谎言吧！给我滚下！事实胜于雄辩，给我睁大眼睛，看清楚大哥的实力吧！敌将，可知我名号？你不过是个浑水摸鱼的马弓手。你说的对，大哥的名号是战神。果然是个骗大的骗子。一招，只用了一招，好快，快的什么都看不见。莫非此人击败吕布的传闻是真的？你，我，对，就是你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还是不信我的实力。来，与我一战。不，我没有。你没有看他？那么，你是在看我呢？好，俺乐意奉陪。那个花脸人就是和吕布斗得不相上下的张飞吧？旁边的红脸人是温酒斩华雄的关羽，再加上他们的大哥战神刘备，我等如何能敌？哎呀，这三个杀星，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啊！给我回来！主公，后面乱了！主公，士气已乱，燕文二将又不在阵中，不如只杀一人，便可乱我军心。主将之威胜于三军。传令下去，以雁行之阵后撤，会合严文二位将军，重整军事。纵然是撤兵，也井然有序，毫无破绽。不愧是名满天下的渤海军。别说退了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！玄德，我们何不趁此时速速离去？我兄弟三人去追击袁绍，你们护送公孙大人离开此地。追击袁绍，你们只有3个人？大人的部将此刻还深陷敌阵呢，刘备岂能坐视不理？告辞了。部将，走吧，抄小路，要比袁绍更快才行。放心吧，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下赵云的。赵云。更何况，那人
用人之道吗？受死吧！回马枪，好功夫！这种打法绝对是刺客，可惜这种刺客战法不是每次都可行的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！闻言，二位将军合力，天下无敌。好小子，年纪轻轻便如此厉害，就这样死了，实在是有些可惜呀。可惜的是，你只用刀背去看，这样是杀不死他的。敬他是条汉子，故留他全尸。你觉得有人吃了我方才那一刀，还可以活命吗？有。老爷，我刚好见过一个这样的人，就连吕布也杀不死他。吕布，老文，你也学会说笑了吗？小子，不会真的是你吧？赵云，赵云，俺乃刘备，休要杀我朋友！那家伙就是刘备。他跑来干什么？老文，你说的这个连吕布也杀不死的人叫赵云？不是，看来是我认错人了。不过这不重要，现在我只想证实眼前这家伙是否真的击败过吕布。文丑，你打招呼的方式真是特别。迎贵客要鞠躬啊！比起文丑，这家伙更难缠。刘备一党与反贼为伍，死罪！好大的嗓子！文丑，受我一拜。如果这人真的杀败欢，这人又能匹敌吕布？文丑，你发什么呆？文丑，你刚才想证实什么？该死，打败吕布的实乃关羽和张飞。文丑，这只是你的想法，可是大部分人并不这么想。这个用双剑的家伙，居然一下就制住了严文两位将军，包括你家主公。怎么又是这三人啊？文将军败了，竟然连严将军也败了。袁绍兄一向言而有信，眼下该如何收场？
残兵与李儒勾结，竟如此猖狂！还等什么？快关殿门呐！是。正有此意。来人呐！太师遇袭呀！有人听到吧？快人呐！糟了，这分明是陷阱啊！更糟的是，城中守军已全数被调去抵挡叛军，真吓死！李儒真是处心积虑、老谋深算呐！莫非他连咱们也想除去？连进攻队长张辽也不在吗？这是哪儿去了？张辽遭人行刺，身负重伤，怎会在此？哼，这便是最佳的不在场理由。厉害。是啊，吕将军的布局实在是……不，我是说那两个家伙。邓将军，对方只有2人呢。对，没什么好怕的，不如你们也一起上吧。我们将军休要说笑。一切比预想的还要顺利，火在里头，也该动手了吧？我等暂避此处，希望邓将军可以拖到救兵到来。我忽然想起孟子的一句话：“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”能取我性命，自是大功一件。只可惜，你还不配。这是下官太过心急了。我怎会不知你是他的人？他已来了。说真的，我本不必等到今日才来杀你。说下去，你若死得太早，他就有麻烦了。聪明人都懂得怎样避免麻烦事，以免令自己头痛。哼，知子莫若父嘛。所以这台戏，他不得不演。权力这东西，你喜欢，在下面的人会更喜欢。有道是，能者居之啊。儿啊，你是来救我，还是来杀我？义父遇刺，做义子的又怎会袖手旁观？只可惜这位孝子，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。眼见董卓已死在残兵剑下，吕布，你的悲情孝子戏码暂时演不成了。你们还活着？命不该绝，我俩也颇为意外。天意难测，人活着总有惊喜。哼，竟能令自己人也被蒙在鼓里，是什么样的奇才？才能想出这样的奇谋。将军耳目众多，如果不能骗过所有人，又如何引你露出马脚？可惜，为达成此计，终究还是牺牲了不少人。岳丈大人，这就是养虎的代价。虎可吃人，亦有人借虎威得天下。只要搞清楚一件事，谁才是虎主？可惜虎也有吃饱的时候。吕布，你不应该留他一命啊！大错特错！虎若吃了主人身边的狗，就会失去主人的信任，也难有令主人松懈的机会。这头虎虽然聪明，
有一件事却始终都弄不明白，那就是要认清谁才是主人最信任的狗。如此说来，董皇的得宠只是假象，你竟任由他？我虽爱皇儿，但他终究非我所托，他的存在只为给我一个警示。所以，你们早就看穿了吕布的企图，刻意留下董皇威尔。吕布在军中的威望如日中天，若是贸然出去，定然不能服众。我要的是一个事实，一个令吕布野心败露、绝对无可辩驳的事实。谋害董皇公子，毒杀先帝，如今竟引残兵入宫，行刺主公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妈的，吕布，枉我们视你为英雄，想不到你竟狼子野心，当场斩了这逆贼吧！主公，请下令。你的智谋远在吕布之上，不枉我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吕布啊，这些年你为我东征西讨，着实辛苦你了。够了，你为我做的已足够了。你呀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就由你来下令吧，我真正的继承人。遵命。岳丈大人，多谢。吕布狼子野心，弑主犯上，诸将给我拿下！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！逆贼还不束手就擒！吕布，你完了！就算你是战神，今日也难逃一死！杀吕布者，必将名扬天下！唉，你的人缘实在是太差，残兵这套买卖，怕不是要赔本。别忘了，王允和那姑娘还在我手上。哼，所以我今天也只有陪着你这头恶虎，来个狐假虎威了。里面是出了什么岔子吗？将军，外面是城防军。城防军也被派出去对付叛军了。这支是李儒麾下的修图营，他们不是应该在灞桥驻守的吗？借平叛之名，调临潼和灞桥驻军入城，果然好计。张将军，修图营最善攻城，我们要不要？李肃，你相信主子吗？我当然。很好，我们死守，守到主子大功告成的那一刻。是工程车！这样下去守不住啊！主子正在办大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撑下去。放心吧，有吕布在的地方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将军神武，我看不下于吕布啊！有张辽将军在，咱们还怕什么？对，吕布在内，我在外，就算敌人再多也挡得下。将军说的对，弟兄们撑住，富贵就在今天。竟然连张辽也完了，是后面。不可能的，宫内怎会有伏兵？
诸位大人，请随末将往内殿暂避。万幸，我等命不该绝呀！现在战况如何？到底发生何事？事出突然，一言难尽。诸位大人，请先随我来，事不宜迟，快！跟上，快跟上！雷，你怎么看？很难，除非能先除去这些弓手。我们甲后，挡箭的差事交给我。残兵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是我的。上来就想头过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二人号称杀遍天山南北无敌手，西域第一呀！那么这两个人到底谁才是第一呢？反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你我退隐多年，江湖上人才辈出啊，可惜还未成气候。这就是西域的剑术吗？领教了。吕布，这二人随便一个，也不下于你啊。两位前辈名不虚传啊，连残兵之首也不是对手。吕布啊，你以为找来残兵便可稳操胜券吗？只可惜我并非许灵。当初勾结残兵杀害许灵大人的元凶，想必定是吕布无疑。丧心病狂的家伙，为了权力，竟然连提拔自己的挚友也下得去手。吕布果然不是人呐！妙啊，罪名逆转。吕布，你的名声已跌至谷底了。太快了，怎会如此之快？短短1年便已至此。你的野心与手段，实乃我平生仅见。没有人明白我为何会如此纵容你。现在，可以告诉你答案了，那便是用人之道。太师果然从一开始便打算善用吕布的野心来平定天下。天下人只知任贤治国，却无人知晓行恶治国的道理。试问，有谁敢收留一个卖富求荣的小人？我董卓敢，只因我要的是一个可堪大用的将相之才，只因我知道你需要一个比丁原更值得利用的义父。哼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门，真是一对好父子。我能有今日的霸业，你居功至伟，我儿辛苦了。你是个奇才，可惜心术不正，本可名留青史，现在却要遗臭万年了。李儒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。遵命。吕布，你的头又该痛了。
干什么？杀光他们！吕布，你听到了吗？战神也是人，是人就会受伤，是人就会死。说得对，现在我的头真的很痛了。撑下去，李将军就快到了。大人，蛇头已入城了。我知道，给我撑下去。西安门还有守军。快去西安门！西安门也破了！东安门呢？东安门也破了！那是什么？敌人怎会还有援军？这是真的！完了！昂，我断后，找机会快退！没用的，大军已杀进来了。这样下去只能等死。雷，你小活快，先走！走！陈仔，给我回来！别忘了，我是先锋啊！残存亦末路，兵败如山倒。吕布，你听到了吗？嘘，安静，请欣赏我的下一步。别乱，保持阵型。慢慢来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你不是号称万夫莫敌吗？怎么区区几百人也应付不了？你不是自夸什么人都杀得掉吗？怎么董卓还站着？残兵的实力今日领教了，纵使天赋异禀，奈何功力尚浅。吕布的实力今日领教了，虽有战神之名，可惜斗志全无。再拖下去也不会出现奇迹的。我看他们根本不是有心拖延，只不过是力有不逮呀。算算时辰，外面的弟兄也该得手了吧？好消息！外围的叛军解决了，很好。此刻，宫里宫外的人想必还以为是你李儒在兴兵作乱。你带我去安抚军心，告知他们吕布的真面目和我对你的信任吧。见到我的手谕，他们自会明白。遵命。你是不是说过，有张辽在，
定然万无一失的。张辽这般的将才，偏偏毁在一个狼子野心的主子手上，可惜呀。这些话，等见了面你亲自跟他说吧。哈哈，那就劳烦你先下去为我通传了。吕布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正是今日的写照。山路崎岖，可惜未到山巅已跌得粉身碎骨。听不见厮杀声，看来吕布安排在外围的叛军都已服众。七星续命灯，主灯再次亮起了。岳丈大人说的对，人的前程必须昂然面对，这才是长生天的指示。然故不可违抗天命，又怎知天亦有动容之时啊！快，随我去正安门发榜，昭告天下，吕布谋反，人证俱全，召集百官。朱将军，大人，是武威营。什么？武威营闯入皇城，见了我们的人就杀。那是什么？岳总会还有援军？什么？这是真的？不是李儒的人，这是武威营啊！李将军，我们来迟了。你们怎会？前日李儒犯下谋逆重罪，却未被处斩，咱们就想不通了。去了大牢查看，却见牢中空空如也，于是便派人全城查探消息。得知主公突然入宫，又见李儒的人带兵围攻，我等当机立断，率武威营驰援皇城，铲奸除恶。来得好！李儒兴兵谋反，弑主夺权，罪不容诛。武威营，在这里的叛党杀无赦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！这么重的甲没白穿啊！毫发无伤，怎么感觉有点不过瘾啊？张辽说，董卓手下文臣已被诱至正安门。这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活了。李儒勾结残兵，杀害大臣。对，还要表演给宫内和武威营的人看。不济呀，吕布这家伙不是人呐！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！哈哈，说得对。大人，我等腹背受敌，伤亡殆尽，末将拼死杀出一条血路。快，速速随我到外宫阐明真相。我有主公手谕，可号令武威营铲除吕布一党。快，还有机会！大人随我来。擅闯进宫者死。李儒，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？想拖延时间。吕布，若一切计算无误，你要的人证，此刻应该全到齐了。董卓，你还是不明白孟子的那句话吗？吾在泰山之巅，忽见尔等的天下是何等渺小。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，
我看他是真的疯了。我要对付的不只是董卓，今天在场的诸位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在这里的皆乃西凉猛将，任你有战神之名又如何？哼，荒天下之大谬啊！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对，只要今日在场的人全都死了，你便能够将一切罪过推给李儒，名正言顺地继承我的霸业。只不过，就凭你们两个，你可知？我当然知道，除了这里的几百精兵强将，李如意早已安排大军围攻。若我的计算无误，应当是驻扎在灞桥的修图营。你既然知道，我既然知道，却还是行险入宫，你以为是何缘故？莫非？吕布，你以为还会有救兵吗？依我看，他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厉大人特派末将禀告主公，武威营的人闯入皇城，见人就杀。武威营一向忠心耿耿，怎会被委以前锋军之责？怎么可能？主公待他们不薄，又怎会？武威营见李儒大人的部下围攻皇城，于是认定李大人兴兵造反，故以平乱护主之名，不由分说大开杀戒。糟了，是讹传之计。武威营是前锋军，长安城内无人可挡，必须向武威营澄清此事啊！主公，待我等先去司马门告知真相。速去。诸位如此健忘吗？我刚刚才说过，今天在场的诸位，一个都走不了。你忘了一个人。哦。只要李儒将我的手谕交出，即可真相大白。到那时，你就成了瓮中之鳖。以武威营的战力，再加上这里的人，吕布，我不信你还有胜算。李儒，你最后的希望此刻就在进宫之外。方才我已派手下告知外面的人，没有我这个进宫队长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闯进宫。进宫队长，小职位罢了，只是今日却……一枚棋子是小还是大，只看他在棋盘上所处的位置。吕将军和张辽将军正在宫内保护主公，清剿叛党，我等在此等候。没有张将军的号令，擅闯进宫者诛。
个人失去所有，也就失去了枷锁，思绪反而变得清晰。我忽然想起了那时候的事，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败给贾诩。